伯父，我会好好照顾乔乔，以后只要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她。熟悉的掷地有声的话，吓得叶乔乔从濒死的痛苦中回过神来。她猛地睁眼，眼前熟悉又陌生的环境，让她猛地意识到自己重生了。这是在她从小长大的家里，更是周从上门提亲这一日。好，你是郑主任介绍的，我相信他已经考察过你的人品，以后我就把乔乔。爸爸，我不嫁。乔乔，你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今日我登门提亲的吗？你太紧张了。我不会嫁给你。乔乔，你别生气，是我做错什么？我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乔乔，你说这话就太伤我心了。我们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你突然又不愿意了？难道你在耍着我？叶乔乔，你闹脾气也要分场合啊！叶乔乔，之前你不说不嫁，提亲当天才拒绝，你未免也太任性了，这是欺负周哥。上辈子就没少跟这群人吵架，虽然事后周从出面让这群人给我道歉，可过不了多久，这群人又会取笑我。这会儿想来，要是在周从心里真的重视我，这些跟着他混的二代还敢这么做，不过就是故意为之。每次我受了委屈，周从都好声好气的哄，让我误解周从很好，陷地更深，真是好算计。周哥可给你送了那么多礼物呢，像什么瑞士手表、港城那边才有的大哥大、黄金镯子，还有那么多漂亮时髦的衣服，可都是洋货。军区大院里不少女同志都穿不上，你收的时候怎么不拒绝？我说乔乔小姐，你就别耍大小姐脾气了，要知道任性过头的女人就不讨喜了。叶乔乔看着面前几人眼中遮掩不住的嫌弃跟不喜，言语里对自己全是指责。在听这扣帽子的话，她气笑了。好啊，我本来还想给周从留点面子，既然你们非要指责冤枉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这个当爹的都还在呢，你们就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女儿。徐正庆，你们说我收了周从很多贵重礼物，不要脸，可我根本就没收过周从送的礼物。叶乔乔，你再找理由也不能找这个吧？周哥给你送的礼物都是我亲自寄的。你寄给谁的？寄给姚双的。你不是跟周哥书信来往叫这笔名吗？怎么笔名收了一份，叶乔乔的名字还要收一份？乔乔，我俩之前互通书信不是聊得好好的吗？我是周周，我不是其他人。明明不久前的一封信，我们两人还在互诉衷肠。周周，姚双，抱歉，我叶乔乔只有这么一个名字，姚双是谁？我可没跟你书信来往。不可能！但我确实认识一个笔名叫姚双的人，不如去对峙一番吧。周从又惊又怒，再看见叶军长明显不反对，他明白今日哪怕叶乔乔真是胡闹，故意说姚双不是自己，他也只能低头把叶乔乔哄好，今日的亏他必吃。我发誓要早日出人头地，不看别人脸色。行，我们跟你走，去当面对质。不过，乔乔你任性了一次，就不能任性第二次了。叶乔乔听到他故作大度的话，基于作呕。前世靠着我爸军长的身份，他下海经商一路绿灯，从穷小子混成全国首富，而我被圈在别墅当金丝雀，人人都说我是看着他的菟丝花，谁还记得叶家才是真正的好人？最狠的是他站稳脚跟后，转头就把我爸送进监狱。10年婚姻全是他精心编排的骗局，死后魂灵游荡才知道，早在相亲前，他就和保姆女儿江瑶用姚双的笔名通信2年。新婚叶江也自暴自尽，从那天起，他看我的眼神就淬了毒。他认定是我和父亲逼死了白月光，所以将我丢进混混堆里，任人折辱，真是太可笑了。原来他今天来提亲，不过是把我错认成那个冒用我身份跟他谈情说爱的替身。他随手擦掉眼泪，转身领着众人快步走向后院的佣人房。江瑶原本就在里面躲着整理曾经跟周成来往的书信礼物，这些东西都是他爱情的证明。江瑶，是我叶乔乔。为什么自己不是叶军长的女儿？凭什么不是我过好日子？是乔乔啊，我这就开门。叶乔乔，你跑来这佣人房做什么？你不会是想说那些礼物都被你家佣人贪了吧？江瑶听到这话，心里瞬间有了主意。他转头看见床头放着的书信盒，立即打开，伪装成来不及收拾的模样。他这才上前拉开房门。乔乔，周大哥，叶伯父，你们怎么都来了？当然是来见见姚双本人了。乔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跟你密切书信来往的姚双根本不是我叶乔乔，而是你面前站着的江瑶啊！前世自己死后灵魂出窍，知道真相以后，他就知道江瑶没那么简单。叶乔乔伸手就把书信盒拿到手上，一打开，只翻看了几张，就发现果然是2人书信来往。你自己看，这些书信是不是你跟姚双来往的？徐正庆，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些礼物是我收的吗？你才是姚双？怎么了吗？周从就是跟你书信来往的周周。周从，周，你不是乔乔的未婚夫吗？怎么会这样？周怎么会是周大哥？江瑶，你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跟你书信来往的人是周从？乔，我真的不知道周是周大哥，要早知道，我肯定不会跟他再来往。周大哥是你的未婚夫，我哪里敢奢求？周大哥，你就当之前的书信来往都是误会，是我自己没分辨清楚，你忘了我，好好跟乔结婚过日子。如果姚双是江瑶，那他怎么在给自己写的前3封信上盖的叶乔乔的私人印章？若不是有私人印章，我也不会想当然的以为姚双是叶乔乔。叶乔乔凭借前世所知，找到了伪造的印章，他把印章底下面壁板正的叶乔乔3个字露了出来。是吗？这就是你说的不知道？江瑶，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藏有伪造的我的私人印章？周大哥，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一开始第一封信是意外。周大哥，你帮我跟乔乔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件事是误会。好，说完了江瑶，周从，你难道连我的字都不认识？就这么轻易相信那是我写给你的信？刚刚你还对我爸说，你因为跟我书信来往，对我感情深厚。现在事实却是，你跟江瑶暗度陈仓，把我当傻子骗了。你是不是要跟我爸以及我交代一下，到底是江瑶借用我的身份骗你，还是你早就认出自己不是我的，却三心二意？我没有欺骗，我没有。乔乔、叶伯父，都是我的错，你们别怪周大哥。乔乔，我想先单独跟江瑶谈谈，一会儿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好啊，你们两个真背地里勾搭。爸，别生气，犯错的是他们，他们都能厚脸皮不急，我们急什么？给他们时间慢慢串供，要么周从明知姚双是谁欺骗我，要么江瑶故意借用我身份欺骗我，就看他们选什么了。叶乔乔嫌恶地丢下这话，转身拉着叶军长走。我也想看看周从到底怎么选。两人一离开，纨绔二代几人不敢置信地瞪着江瑶。周哥，明显是江瑶这女人骗你啊！你有什么好犹豫的？直接把她交出去，给叶军长一个交代就成了。今天发生这事，要是不解决好，传出去不知道多少人要背地里笑话你。江瑶就是一个保姆的女儿，你可不要糊涂啊！周大哥，我会帮你的。我不应该因为不自信，没有直接告知身份，都是我的错。你应该娶乔乔，别惹怒叶军长，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只要你好好的，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周从听他这般说，心里对叶乔乔都生出怨怼来。这事只是一个误会，他为什么要闹这么大，让双方下不来台？乔乔，到底怎么回事？爸爸，我不能嫁给周从，他会害死我们的。叶乔乔忍泪抓住父亲的胳膊，压低声音，把前世周从对自己做的事当成做噩梦说给叶军长听。他敢！爸爸，我其实不知道周从跟江瑶的事，我都是梦见的，哪想到一试探，竟然是真的。乔乔别怕。叶军长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却是毫不犹豫信了闺女的话。他脑子里已经在琢磨怎么去调查周从，怎么教训这群欺负了乔乔的人。乔乔梦里自己出事了，绝对不是周从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达到，所以现在竟然已经有人盯上我的位置了，我差点就连累乔乔，不行，得想办法改变处境。就在这时，警卫员小林从外面走了进来。军长苏政委跟副排长来送军演报告，顺便商讨副排长这次荣获1等功表彰大会的事。去让两人进来。叶乔乔大悲大喜的，其实有些提不起精神，只懒洋洋的看了门口一眼，就见苏政委带着一个身材高大、面色沉稳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老爷，听说你家有喜事，我跟小妇没打搅你们吧？叶乔乔没有像前世一样被傅觉川吓到，比起周从那样会咬人的狗不叫，傅觉川在父亲落难后切切实实想救父亲的好人。想到这，叶乔乔目光柔和，带上真诚的笑容。傅觉川眉头微蹙，以往见叶乔乔时，他虽然礼貌，可看自己眼里的害怕是藏不住的，此时的眼神却变了，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军长，老苏，觉川，喝茶，这是我的闺女乔乔，你们应该都见过。苏伯伯、傅大哥，你们好。傅大哥，你不是最喜欢吃葡萄吗？尝尝，今天的可甜了。傅觉川看着小姑娘细白的手指，捏着葡萄都推到她嘴边，还一脸期待的表情。他面无表情的看着，没有张嘴也没拒绝，就只用黑眸定定的看着他。傅大哥，你尝尝看这颗呢。小傅啊，我说你平时在军营里跟战友训练严肃也就算了，怎么在女同志面前也不懂柔和？以后怎么娶媳妇啊？难道是小傅不喜欢我家乔乔？傅觉川注意到他的神色，眼见他情绪低落的收回手，在柔嫩玉指彻底放下前，他猛地伸手接过叶乔乔手上的葡萄。傅觉川囫囵吞枣，连带着葡萄籽都吃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甜得过头。他手指放在身后，用衣袖摩擦着，眼眸微垂着。老爷，乔乔今日不是有人上门提亲吗？说来也是笑话，出了点意外。周家那小子以为跟他平时书信来往的笔友是我家乔乔，就上门提亲来了，没想到那人竟然是我家阿姨的女儿江瑶。怎么会有这种误会？书信来往没有寄信名字，怎么把信送出去的？这就是我正在查的事了，让老苏你看笑话。不过此事也确实需要你帮忙做个证，我可不希望自己闺女被人欺骗，别人还说是我这个爹仗势欺人。成，我就当这个证人。周从带着满脸泪痕的江瑶母女从后院进来，一行人动静并不小。周从表情复杂又难看，看见客厅里坐着的苏政委，他瞬间后悔刚刚商议的结果，那会给苏政委留下坏印象。刚准备阻拦江瑶，没料到江瑶动作比他快了一步。乔乔、叶伯伯，都是我的错，你们不要怪周大哥，他不知情的，都是我对周大哥痴心妄想才会造成这个误会。我会离开，周大哥会娶乔乔，我不会插足两人的，我这就回乡下。叶军长，是我对不起你跟小姐，我会带瑶瑶离开，求你们不要生气。叶伯父，这件事说到底也是个误会，我愿意娶乔乔，只希望你们不要为难江瑶母女。没有江瑶，也许我今日也不会跟乔乔有这缘分。这被绿的缘分，谁爱要谁要，你凭什么觉得我非你不可？周从，我家乔乔嫁给谁，也不可能嫁给你，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承认是江瑶伪装我家乔乔的身份跟你书信来往，你一点错都没有。叶伯父，我知道您很生气，您消气。要我消气？好啊，滚出叶家，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和乔乔眼前。叶伯父，如今外面大多人都得到消息，知道我要娶乔乔。若是现在婚事作罢，伤害的是乔乔，我真的是为了乔乔好，只有嫁给我才能保全乔乔的名声。到了现在，你竟然还威胁我！乔乔，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在说事实，我也是为你好。我会把江瑶送出国。今天这个误会，我们不说出去，我们正常举办婚礼，不是就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吗？谁说我就只能嫁给你？这军区大院什么样的青年才俊没有？而且我已经有想嫁的人了。你就选他，他不过是个排长，一个小兵，在你眼里竟然比我周从好。小兵？哼，你凭什么跟傅觉川比？他人品比你好，能力比你出众，你拿3心2意跟他比，软饭硬吃跟他比，你拿不要脸跟他比，还是拿养小三的速度跟他比？你别自取其辱了。乔乔，你怎么能这么说周大哥呢？再怎么说，周大哥也一直都对你很好，经常给你带礼物。你以我的名义去跟人写信谈恋爱的小偷，当然会被小恩小惠迷花了眼。你不会以为你想离开就能离开吧？你就等着侦察兵来吧。乔乔，我们是朋友，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周大哥很好，想给你和周大哥牵线。你刚刚不是不知道跟你书信来往的是周从吗？现在不装了。头一次听说给人牵线是用别人的身份和别人谈对象，以后军区里找不到对象的兵蛋子们也拿各自领导的名义去找女同志谈对象，那领导们岂不是一不小心就多出了7、8个媳妇了？没错，要都像这样，不是都乱套了？我没有，周大哥，我绝不会胡来，我真的只是一心想帮你和乔乔啊。是我太傻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瑶瑶，别怕，没事的，有我在。周大哥，我只有你了。早就听说副排长牙尖嘴利，一句话就扯大旗，这是要把人家女同志逼死吗？有这本事怎么不去战场上打击敌人？傅大哥上战场的时候，你还在醉生梦死呢。傅大哥是保护家国的英雄，有本事你也上战场啊！我知道你怕死，你不敢，就只想赚钱过好日子。要是没有军人保家卫国，你还想赚钱？我看你做梦还差不多。乔乔，我知道你还在生气，我不跟你计较。你先放开江瑶女同志的腰再说话。明明是你们2人背着叶同志勾搭上了，应该没脸说计较的话才对。既然你们有私情，叶同志就没有再嫁给你的说法。你要是懂理，就该现在跟叶军长和叶同志道歉，并主动退婚，认错，别牵连叶同志。你凭什么插手我跟乔乔的私事？傅大哥小心！放开我！乔乔，你跟我置气说气话，可你想嫁给傅觉川，他可未必乐意娶你。今日这件事传出去，你说外面的人会怎么说你？乔乔，你还未定亲就当众亲别的男人，是不是太浪荡了点？女孩子怎么能如此不自重？谁说我不愿意的？我愿意娶叶同志。觉川啊，军长，我愿意娶乔乔，是认真思索过的。好，今天的定亲是觉川跟乔乔的定亲。周从今日起，乔乔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把我叶家给的定亲信物还回来，今日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叶伯父，我只是做错了一件小事，也没有跟瑶瑶发生关系，你何必取消我跟乔乔的婚事？你已经伤害到乔乔了，多余的话我不想说。你要还是个男人，就别纠缠。好，叶乔乔，你别后悔。我后悔什么？后悔没嫁给你这个3心2意的渣男。他取出定亲的玉佩扔给叶乔乔，傅觉川伸手接了下来，他也把周家给的定亲信物还给了周从。江瑶却迫不及待地接了过去。周从看见叶乔乔目不转睛地盯着傅觉川看，有种被背叛的愤怒，自尊心作祟，不愿再留下受气，转身大步往外走。江同志，要麻烦你走一趟侦察局。瑶瑶，你放心，我会把你救出来，无论花再多钱。快带下去吧，这种小偷可不能轻易放过。周从一行人终于走了，江母也追了上去。也许是看出叶乔乔不可能放过自己女儿，还不如求周从有用。这都是什么事啊？哼，我还再都欺负到我闺女头上来了，真是放肆！上头必须好好查，我这就去写检讨书。行，那我陪你走一趟。爸爸，苏伯伯，你们去吧，我会照顾好傅大哥的。那个傅大哥，你真的愿意跟我结婚吗？我不拿这种事开玩笑。我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我知道。那傅大哥，我送你出去，不能耽搁你的正事。傅大哥，你等我一下。
我先帮你把家里的锁都关好，你等叶军长回来再出门，别被周家人缠上了。傅大哥，多谢你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好。这个送给你，已经打开过了，再不吃就要坏掉了。傅大哥，你就当帮我解决一下吧，不然我爸回来看我浪费食物，肯定会让我写检讨书的。傅大哥，你不是还要回部队吗？别耽搁了，我不会出门的，放心。我走了。好的，傅大哥再见。傅觉川得到回应，不再多言，转身离去。不过等走远了，确定叶乔乔看不见，他才绕过巷子，靠在墙上，把铁盒打开，看着里面放着的一整块切好的卤肉。傅觉川脸上闪过了然，他在摸到铁盒的一瞬间，就发现重量不对。他什么时候知道我肚子饿的？傅觉川低语一句，便拿起卤肉慢慢吃了起来，饥饿的胃瞬间被满足，让他好看的俊眉都舒展了几分。叶乔乔刚送走傅觉川，被郑云双一通电话叫了出去。叶乔乔穿好衣服就走出家门。郑云双，这个前世他一心一意对待的长辈，没想到却联合周从一起背刺自己和父亲。父亲能那么快出事，对方功劳很大。路过供销社，突然就出现人对他指指点点，隐约有人小声议论，那就是叶乔乔同志吧？竟然拒婚了，他不会脑子有什么毛病吧？那么好的对象不要，拒婚作甚？谁知道呢？肯定是觉得自己是大小姐，看不上外面的人吧？什么？就那周家小子还看不上？周家身价好像都快100万了，这得多有钱啊！叶乔乔嫁过去不就是过好日子的？这都看不上，眼睛怕都要长到天上去了。反正啊，我觉得他肯定要后悔，这么好的对象竟然都不要。叶乔乔听到这里勃然大怒，一个脚步停下来，转身就朝说话的一群妇人走了过去。吴婶子，你说我眼睛长天上去了，看不上周从才拒婚的？我知道你们这些闲话都是徐正庆他们传出来的，他们肯定还说我眼高于顶，不安于世，贪心不足，对吧？吴婶子讪讪一笑，谁都没接话，看他们八卦鄙夷的眼神，显然是信了。我早该想到徐正庆他们不要脸的才对。你们可知道周从背着我私下跟我家保姆的女儿江瑶暗度陈仓，这种不忠的男人你们都喜欢？你们嫁好了？吴同志等人瞬间狐疑起来。就在他们准备八卦的追问时，徐正庆等人从供销社后面走出来。叶乔乔，我看你分明就是觉得周哥彩礼给少了，你才故意找的理由拒婚。如果不是这样，你当场选了一个小兵，要嫁给对方的事怎么说？你敢说你没做过，没说过要嫁给傅觉川的话？颠倒黑白你还真有一手。周从背叛了我2年，是不是事实？都说了是误会，周哥以为那是你才跟江瑶书信来往的，我们周哥也被骗了。好，那之前那2年是骗，刚刚他在我家对着江瑶就搂搂抱抱，这也是误会。如果你爸也这样对别的女同志搂搂抱抱，你也觉得是误会，那我就接受你们的解释。哼，你还说周哥？那你大庭广众之下亲了傅觉川那个小兵，你又是什么好姑娘？首先，我是先拒绝了周从，才跟傅大哥在我父亲的见证下在一起的，我们是要结婚的未婚夫妻。你管得着闲事吗？我看你们就是觉得我没选周从，觉得丢脸了，才故意宣扬我的八卦报复我。叶乔乔，要我说，傅觉川根本就是看在你父亲有权有势，被逼着答应跟你处对象，你有本事让他现在当着众人的面说他是自愿跟你订婚的。我不信傅觉川真敢这么说。叶军长肯定也看不上傅觉川这么一个穷小兵，肯定是为了面子才暗示傅觉川帮忙，毕竟当时客厅里就只有傅觉川年纪合适。若是傅觉川真敢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应承，叶军长肯定生气，他敢为了自己的前途得罪叶军长吗？他不敢，一会儿他肯定会故意找理由，那我就趁机打压收拾叶乔乔，让他主动去找周哥道歉。她一个女人哪里能不在外给男人面子？傅觉川，你说是不是？乔乔，他们在欺负你。徐同志，你刚刚嘴上说的话我听见了，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回答你，我跟乔乔是在谈对象，并且不日就会订婚，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也没有长辈逼迫，只有我们决定过一辈子的决心。你还有什么质疑？可以一次性问我。欺负女同志，太不是男子汉了。你还真敢承认？行，你们既然决定订婚，那我真要祝贺你们了。我说叶乔乔，你这是要嫁个穷小兵，还当个宝？那我希望你以后可千万别哭穷。徐正庆，你听好了，就算我傅大哥一无所有，那也比你、比周从、比你们所有人都要好。哼，我倒要看看你嫁给个穷鬼能好到哪里去。说傅大哥是小兵，你一个2代怎么没靠自己的本事成为军官？是你不想吗？徐正庆气得跳脚，跟着他一起的2代们也觉得自己被骂了，朝叶乔乔走来就想动手。你们想比试？我们不跟你一个小兵计较。叶乔乔，我们走着瞧，等你以后吃糠咽菜，才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你就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过好日子，那就是你活该。哪里需要等以后傅觉川能拿出什么彩礼能跟我周哥比？叶乔乔，你可别自己拿钱出来伪装彩礼，等你们订婚那天自然有好戏看。放心，我靠自己都能过得比你们这群当人小弟的好。徐正庆等人是黑着脸走的。傅大哥，我又拖累你了，你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的军衔，也不要求什么高彩礼，我根本不在意他们的话，他们故意这么说，就是想要破坏我们的感情。你想想，如果你拼尽全力拿出彩礼，他们还要笑话，你就会生气，我们的婚姻就会有裂痕。如果真的成功了，他们才高兴了。抱歉，傅大哥，是我连累了你，
不然我不在意他们说的话，我只在意你说的。只要你不嫌弃，这件事不会有任何变动。真的吗？你不嫌弃我家世普通？傅大哥，婚姻是我们自己过的，跟外人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有责任心就够了。只要我有责任心，你就满意？对，你人品好又有责任心，是我心中完美的对象。至于钱财，够用就好了。何况我有妈妈留的遗产，爸爸跟你也不会缺了我吃喝，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没必要跟外人攀比。我明白了。傅大哥，你现在要去哪里？你呢？我要去见郑云霜郑主任。好，我送你过。叶乔乔没想到郑云霜找自己，竟然还想给自己再介绍个对象。他没有拒绝，直接让对方跟父亲说，也好让父亲看清他的真面目。郑云霜能给他选个好对象才怪了。周从那小子不仅妄想毁掉能给江瑶定罪的证据，还妄图把江瑶保释出来，真是欺人太甚。爸爸，别生气，周从为了江瑶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你应该高兴，我能在婚前知道他的真面目，避免嫁过去受苦。乔乔，是爸爸让你受委屈了，没提前看透他的本质。爸，跟你没关系，跟郑云霜有关系。你郑姨怎么会？虽然周从是他给你介绍的，但他也不知道周从能做出这种事。下午你郑姨还来找我了，说他去周家把周家人骂了一顿，然后又给了你找了个好对象。我说自己给你选了绝川，才拒绝了他。爸爸，那你说他给我介绍了谁？是你秦伯伯家的老二，以前你们还一起玩过呢。你秦伯伯在襄城军区，秦朗外派留学才回来，是个不错的人选。是秦朗在国外玩得很花，他才22岁就已经搞大了女孩子的肚子，还只出钱让女孩子流产。什么？不过乔乔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爸，我不是前日做梦，梦见周从跟江瑶的苟且吗？昨日我见到郑姨，晚上又做了噩梦，我发现他竟然也在骗我。梦里他跟着周从一起陷害爸爸，就说江瑶跟周从私下来往的事，他都插了一脚。什么？爸爸，你去查就知道了。郑云霜对我好都是装的，他因为你不答应娶她，就记恨上我们父女了。好你个郑云霜，乔乔别怕，爸爸一会儿就安排人去审问江瑶。平时看在他对女儿好的份上，才温和对待。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一条毒蛇，这样一个毒蛇必须处理了，不能留在乔乔身边。乔乔，你真的愿意嫁给绝川？虽然我爱每一个士兵，但也知道嫁给军人。绝川目前官职还是有点低了，工资也不高，家里也没什么人。乔乔，你嫁过去岂不是要吃苦？如果乔乔你不愿意的话，我去跟绝川说取消婚事。爸爸，这些不算苦头，正好傅大哥官职低，没有随军名额，我跟他结婚后肯定还是住在家里，等傅大哥升上团长了，能换到科长楼住2室1厅。至于工资，我有妈妈留的遗产，够我花的了。还有你说的傅大哥家中没人，这不正好吗？没有长辈在上面，我还更自在幸福一些。爸爸，你就是我们的家长，这下有你盯着，就不怕我受欺负了吧？你这么说，绝川这小子还真是个好选择，我先单独见见他，问过他的意见。叶乔乔忍不住无声的笑了笑，他当然知道傅绝川的优秀，爸爸了解过后肯定就看不上其他人了。等他嫁给傅绝川，就能彻底撇清跟周从的关系，他势必要报复周从和江瑶的。中午是被在侦察局工作的好友一通电话告知周从提亲失败了，他立即生气的把周从喊了回来。周从，你说什么？你跟叶乔乔退婚了？谁让你跟他退婚的？谁让你把信物还给叶家的？你是不是疯了？妈，我没疯，他当着我的面亲别的男人，我为什么不能选择退婚啊？我不仅要跟他退婚，我还要娶江瑶。不行，我不答应！你竟然为了一个保姆女儿得罪叶小姐，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家虽然经商多年，可也不是能招惹一个军长的。妈，乔乔都把我面子往地下踩，你还乐意让我热脸贴他冷屁股吗？就算没有叶家，我也一样能把生意做大。叶乔乔肯定只是因为生气你跟江瑶来往，是为了才会故意气你。你只要解决了江瑶，叶乔乔肯定会回头来找你。女人嘛，最感情用事了。儿子，你听我的，你去跟叶乔乔解释，赶紧跟他结婚才是正事。等你把他娶回来了，他再耍性子，你不理会他就成了。妈，你也说了，乔乔在气头上，现在娶她反而会让她气性更大。瑶瑶也是为了我才被关押起来，我不能不管她。那你准备怎么做？等把瑶瑶捞出来再说。我不信叶乔乔真的会跟傅绝川一个小兵结婚。当晚，叶军长看完调查的关于郑云霜、江瑶、周从3人的文件，气得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连早饭都没吃，就让警卫员开车把他送到了侦察局。叶伯父，我认识叶伯父，只是想跟他说句话。谁不认识领导？这里是部队，不是任由胡闹的游乐场。再敢上前一步，按规矩处置。周从脸色极度难看，以往谢武对他哪里会有这么冷漠无情，都是以礼待之。叶家可真是翻脸无情。叶乔乔准备出门，就听到敲门声以及外面站岗的军人在跟人说话。谁啊？乔乔，是我。你有什么事？乔乔，我知道你是因为生我的气，才让你爸把江瑶关起来。你只要愿意放了他，
我就娶你回家，我也会把江瑶送出国。你不会以为我对你还有感情吧？江瑶偷用我的身份和印章，败坏我的名声，我绝不可能放江瑶出来。你赶紧滚！巧巧，任性也要有个度，你不就是担心我心里瑶霜比你重要吗？只要你乖，你听话，我不会让江瑶的存在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周从声音危险，带着熟悉的强势。叶乔乔被影响的腿一软，他对上周从不悦的眼神，猛地回过神来，愤怒的伸手就挥开他。叶乔乔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没注意后面，一个屁股蹲摔下去。乔乔，让你不听话，自己受罪也是应该的。你做什么？是你扭伤了，需要用药，别怕，问题不大。傅大哥，你怎么来了？正好路过，表彰大会确定下来了，除了日常训练没那么忙，一会儿我送你去医疗所后再回训练营。乔乔，你跟他什么关系？傅大哥是我未婚夫，等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举办订婚宴。乔乔，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对吧？你觉得我会在这么明显的事上撒谎吗？乔乔，我跟你道歉，你别任性嫁给不爱的人，我不信你对我没有感情了。叶乔乔，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也不想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只要你别后悔就行。既然你非要嫁给别人，好啊，那我也一定会救瑶瑶出来，不会娶你了。你跟傅觉川订婚那一日，我也会跟瑶瑶订婚。周从说完就转身离去，叶乔乔毫不意外，这才是周从真正的想法，只恨自己没有再上前打他一巴掌。等周从走了，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刚刚没有征询傅觉川的意见，便转头看向他，下意识想解释，傅觉川却根本没有对这件事发出质疑。我送你去医疗所上药。傅大哥，那麻烦你了。傅觉川只觉得后背靠内有些影响他的思考能力，喉结不受控制的滚动，他猛地绷直身体站起来。啊，我要掉下去了。放心，不会摔。傅大哥，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我了啊？傅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很早以前，不是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忘了就忘了。傅大哥，哎呀，我忘记给你的谢礼了。礼物不需要，如果是因为我们订婚的事，那就更没必要。作为你未婚夫，都是我应该做的。外面还在传你被抛弃的流言，一会儿到了医疗所，要是听到这些言论，别生气。我不生气，反正我又不喜欢周从。见傅觉川不再接话，明显不信他的话，只礼貌的不再追问。叶乔乔只能无奈的在心里叹了口气，干脆趴在傅觉川身上好好休息。哟，让我看看这是谁啊？刚闹出被未婚夫抛弃的事，还有脸出门？我有什么不敢出门的？再说了，你说错了，是我退亲，不是被抛弃。周从那么好的对象，还你退亲，开什么玩笑呢？一个渣男出轨，跟别的女同志犯了流氓罪，再条件好有什么用？如果李乐乐你喜欢，那你就拿去吧，我还能帮你牵线，让你俩认识。怎么了？你上次的伤还没好？这次不是我受伤，是乔乔扭到了脚。有一向不近女色的傅兵王竟然懂得怜香惜玉了，你看上人家了？乔乔现在是我对象。傅大哥，麻烦你给我上药了。应该的，我要用药久了，需要用力才有效果，忍着点，不揉散，接下来几天会肿成馒头。好，我说叶乔乔，你不会真看上了你面前的少尉吧？我跟傅大哥是我爸爸见证的对象，不日就要订婚，我看上自己对象不是应该的。你不是自认为在军区大院里人脉广吗？连我换了个对象的事都不知道。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勇气说出来，这么快就换对象，也太不要脸了。我这是不要脸吗？分明是太受欢迎。我知道你是嫉妒，但你嫉妒也没用，我无论嫁给谁都会幸福。喂，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别看叶乔乔长得好看，但她性子一点都不好，骄纵得很。我劝你还是不要跟她处对象，免得她沾上你就撕不下来了。就是你在传乔乔的谣言，我知道你听说的这些都是从徐正庆几人口中得知的，但你不知道徐正庆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被他骗了，不出几日，侦查局那边就会有公告。不可能，我不信，我自然会去找他问清事实。叶乔乔被抛弃了，你不会是想捡漏攀高枝吧？不是乔乔被抛弃，是乔乔慧眼识珠，踹了渣男。我刚刚确实说错了，你们两个就是天生一对。你一个小小的少尉，这么嚣张，就不怕被打？你跟叶乔乔就是绝配，一个被抛弃的任性千金小姐，你们不在一起，谁在一起？李乐乐，我知道你是看不惯我，才故意找我麻烦。你找我麻烦就行了，别找傅大哥的麻烦，他只是好心送我来上药的。傅大哥，抱歉，连累你了。跟你无关，是他自己主动找你麻烦，这样的人很多，不必心软。走吧，我请你吃饭。下次吧，我连队里还有事，你下次再见周从，记得带个人在身边，别又被他伤到了。谢武，傅觉川现在在哪里？军长、副排长在野外负重，走去见见他。是。这小子不对啊，他这是负重了多少？军长、副排长应该是负重了80公斤。好小子，果然比别人强，快去把他叫下来。是。经理，一小子自己负重了多少斤，老实交代。30公斤的负重装备，50公斤的私人杂物。哼，你还敢说？不想要命呢？这么胡来？军长，我以前在军校最高纪录是单兵作战负重100公斤，没有乱来。何况据我了解，在异国的特种兵都是负重100公斤的，我们
国家因为战士身体强度天然比不过对方身材高大，颇为受限。但我自己既然能达到这个程度，便不想放弃。你这是想当特种兵？特种部队不在我的管理范围内，何况特战部队也很危险。我有这个能力，普通部队对我来说是浪费，是约束。其实我今日来是有点私事找你的，是关于你和乔乔的婚事。你答应和乔乔结婚是认真的吗？军长，我进了特战部队，无法长时间陪伴乔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愿意娶乔乔。但你放心，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辜负她。你确定？是。好小子，我就知道你眼光不错。我家乔乔真的是好姑娘，你娶到绝对算你赚到了。不过你若是娶了我女儿，外人肯定会说我女儿低价。我知道，对你一个男人来说，这种话有些羞辱。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今日这事就罢了。若是你愿意接受的话，以后就不能因为这件事对乔乔心生怨恨。外人怎么说我不管，总之我跟乔乔都没有看不起任何人。我相信军人的意志力不会被这些闲言碎语粉碎。军长，我明白。甚至婚后，我希望乔乔能就住在娘家。我长时间不在家，无论是住在军区外还是住在筒子楼，我都不放心。好小子，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困难只管说，只要你跟乔乔幸福，我就满足了。是有点困难，不知道需要多少彩礼。你小子实诚，不过我也了解你的情况，家里就你一个人，又才领工资没多久，估计没多少存款。乔乔看上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你的钱。军长，我好孩子，你们好好过日子，我就放心了。你看是回你老家结婚，还是就在这里？还有婚房。军长，我晚上写个计划书给您可好？好，别叫军长了，叫伯父。等你和乔乔结婚了再改口。是，叶伯父。叶军长晚上回来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叶乔乔。叶乔乔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惊讶了一下就笑了，这正是他想要的。哦，好的。这小子是真不错啊！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他在军校里的表现，竟然门课程都是满分，简直太优秀了。能一回来就直接被分配成排长，获得少尉军衔，哪里是别人眼里的小兵？我看啊，都是这些人没眼光。爸爸，你说的对。你呀，还没嫁出去就开始偏心你对象了。爸爸，你别开玩笑，我就是说个实话。行吧，你跟傅觉川感情好，我也放心。我跟觉川商量过了，尽快给你们定下婚事，争取在放年假前。你觉得呢？尽快是什么时候？估计就这个月之内，毕竟下个月就要过年了。傅大哥，你肯定没吃晚饭，跟我和爸一起吃。是啊，觉川，过来坐。好的，叶伯父。觉川啊，我找人算好日子了，就这个月16号给你和乔乔举办订婚宴。既然定下来了，我就喊人把这个喜事宣扬出去了，邀请函也会送出去。我知道了，叶伯父。那一会儿让乔乔送你回去。知道了，爸。对面坐着的傅觉川没有说话，但叶乔乔没感受到他排斥的情绪，反倒被他的镇定给安抚了情绪，慢慢放松下来。饭后，叶乔乔跟着傅觉川出门。傅大哥，你上次在表彰大会上真帅气。你若是现在后悔了，也可以取消订婚宴，现在消息还没传出去。我没后悔。傅觉川盯着他看，似乎在确定他这话的真假。只不过看着看着，他的目光就落在他长相上，跟传闻一样，叶乔乔的脸蛋他一个巴掌就能覆盖，精致的五官，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没有死角，皮肤白里透红，是健康漂亮的颜色，一颦一笑间都让人移不开视线。傅觉川只觉得胸腔的心脏砰砰砰直跳。我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去你住的筒子楼看看吧，怎么没有炉子跟蜂窝煤？我们平时自己提着热水壶去开水房打水，平时基本上只在屋子里睡觉，做饭也是在食堂解决，用不上。给吃橘子。傅大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橘子？我听叶伯父说的，加上橘子耐放。叶乔乔忙往嘴里塞了一块橘子，心想自己也算运气好。叶乔乔没有待很久，就被傅觉川送回了家。你有什么事吗？叶小姐，侦察局那边已经把江瑶同志放出来了，今日应该早上9点会放人，具体的处罚也会公示出来。谁让你来这里告诉我的？是副排长让我过来告诉您的。副排长应该去训练去了，没有时间过来。行，我知道了，麻烦你了。不麻烦。叶乔乔转身就出了家门，径直往侦察局那边走过去。到侦察局门口，叶乔乔果然看见公示牌那边已经出了新的处理文件。他走过去，第一眼就看见上面对郑云双的处决、降职并调离军区。再往旁边看去，就看见上面是对江瑶的处置。怀城军区以后不再允许江瑶进入，并且被判处2年。不过江瑶愿意拿出20万投资国家建设，判刑2年，缓刑1年。也就是说，江瑶只要在接下来1年以内表现良好，不再有违法乱纪行为，那2年也根本不需要再执行。没想到周从真舍得花大半身家来救江瑶，难怪我前世死得那么惨，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但凡知道周从对江瑶这般情深意重，我绝不会跟周从有任何牵扯。叶乔乔，听说你16号跟傅觉川订婚？自然，我爸爸都把消息宣扬出去了，到时候大院里认识的叔叔伯伯、婶婶姨姨们都会来参加我的订婚宴。我们关系又不好，我就不邀请你们了。当然，主要是担心你们破坏我的喜事。很好，正好我也有喜事通知你，我也会跟瑶瑶订婚。周大哥，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恭喜你们。很好，我会给瑶瑶一个盛大的订婚宴。哦，我知道了。然后呢？周从疑惑，不明白他怎么对自己毫不在意，一时觉得羞恼，反而惦记上了叶乔乔。他生气地带着江瑶离开后，整个人都在车上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周大哥，你在想什么？是想乔乔吗？乔乔变了，
他肯定在耍什么花招。你只管安心跟我订婚，他阻止不了我们的婚事。知道了，周大哥。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完了，没想到就在叶乔乔在家里准备订婚宴时，小舅顾瑾请了年假从大学回来，开头第一句就是：乔乔，我听说周从也是16号跟江瑶定亲。周从还是跟以前一样会恶心人。传闻周从会给巨额彩礼，至少1万元，并且还会举办大型宴会，邀请怀城跟周家有来往的生意人、干部参加订婚宴。小舅远离渣男，我们应该高兴才是。他打你脸呢，你还笑得出来？大院里这件事也传遍了，大家都在看你的笑话呢。我又不在意，何况这点彩礼算什么啊？他不是才为了捞江瑶出来花了20万吗？啧，没看出来，乔乔你也是会挖人心窝的。不过一个暴发户而已，顾家和叶家都不能被他看了笑话。这是我的存款，你拿住，等后日订婚宴上就说是傅觉川给的彩礼。小舅，你的钱我是不会要的，你与其给我，还不如拿着这钱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你别瞒着我，我知道你胃不舒服。你怎么知道我胃不舒服？这是小毛病，你反应别那么大。不，我就反应大。如果小舅你不答应我去医院，我就只能找我爸劝你。行，我答应你。顾瑾无奈摇头，看乔乔确实不在意这种面子上的事，叹了一口气，决定接受傅觉川拿不出高彩礼的事。他只把一切算在故意为之的周从身上，得去给周从的生意找点麻烦。顾瑾起身走出屋子，下楼坐在沙发上打了一通电话出去。老赵，听说了周家儿子定亲的消息没？我给你一个参加的名额，你去采访，争取把周家的奢靡宣扬出去。要是你能查到周家偷税漏税，保准升职加薪。时间眨眼就到了1月16号这一日。乔乔，起床了吗？叶乔乔听见敲门声，转身去开门。谢姐姐，怎么不见小舅？你小舅在外面帮忙，我今天负责给你化妆，你先去换衣服吧，我先收拾一下化妆品。叶乔乔看出两人之间又闹矛盾了，她想肯定是小舅的错，前世谢姐姐为小舅舅，最后都殉情了，她无论如何也要撮合两人，总比小舅被那个女人骗了好。乔乔，你很漂亮，今天姐姐给你弄黑色长卷发，再给你佩戴水晶发夹，正好搭配你的红色长裙、红色大衣。乔乔，准备好了吗？傅觉川和客人都到了，我们要出场了。我的乔乔明明那么小，竟然到了要结婚的订婚了。爸，我又不离开家。没错。哼，再是大小姐又如何？还不是低价给个穷哈哈的小兵。没错，肯定给不起彩礼。也不知道叶乔乔怎么想的，好日子不过，竟然倒贴。也许是她只能嫁给这样的对象。伯父，乔乔，好孩子，今日我叶宗唯一的女儿叶乔乔跟傅觉川定亲，多谢大家支持前来参加，招待不周还请谅解。那么现在奏乐，让两个孩子们签下婚书。乔乔，跟着我。傅觉川喉咙滚烫，不敢看他，只一笔一画，认真的在婚书签下自己的名字。觉川，以后我就把乔乔交到你手上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乔乔。开席，开席，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傅觉川，你要娶叶乔乔，准备了多少彩礼啊？不会太少了？不敢说吧？李副军长脸色一黑，把李乐乐训斥了一遍，但效果甚微，不少等着看叶家笑话的人再也跟着起哄。伯父，我准备了彩礼，就在门外。觉川啊，既然你准备了彩礼，那就拿进来吧，不管你准备多少，我知道心意最重要。江源，把东西抬进来。好嘞。江源这人上辈子好像早亡，是傅觉川发小，两人感情浓厚，没想到他竟然千里迢迢赶过来帮傅觉川送彩礼。如果可以，我一定要让江源好好活着。傅觉川后来虽然身居高位，却孤身一人，如果有人还在，他这辈子肯定能更幸福。傅觉川战士的聘礼如下：14寸如意牌彩色电视机1台，缝纫机1台，自行车1辆，手表2只，收音机2台，照相机1台，翡翠首饰1套，黄金首饰1套，银首饰1套，钻石戒指1枚，冬衣20套，皮鞋20双，棉被6床，房子6套，小汽车1辆，礼金20万。叶军长，你好福气呀，找了这么疼你闺女的女婿。叶军长，一会儿可要陪我们多喝几杯。李乐乐等姑娘更是嫉妒的眼睛都红了，一个个瞪着叶乔乔，跟他拿了他们的钱似的。最不能接受的是徐正庆，他今天是来看叶乔乔笑话，顺便把笑话传给周从听。不可能，傅觉川，你一个小少尉，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不会是贪的吧？你当傅大哥傻，明目张胆拿出这么多钱，就为了面子？傅大哥不是你，我只是合理怀疑而已。你乔乔，我来解决，这些是我母亲生前留给儿媳的聘礼，乔乔值得。没错，我知道你羡慕嫂子，但你先别羡慕，因为你羡慕不来。徐科长气得脸色发黑，逆子倒是走了，他则赶紧去找叶军长道歉。叶军长这次却不给徐科长面子，把他忽视了个彻底，他差点没气晕过去，准备回家一定要收拾徐正庆一顿。老徐啊，回来了！傅觉川的好戏可看完了？周哥，傅觉川没有丢人，他给了20万彩礼。20？你说20万？没错，20万还不算房车、黄金首饰，3转一响。
傅觉川拿的这20万，数字很微妙，未尝没有在讽刺周哥捞江瑶出来。20万打了水漂，何况傅觉川的彩礼里面3转1响都是最不出彩的，这大手笔难怪让军区里的军官们都震惊又羡慕。这下是没人会笑话叶乔乔家的穷光蛋小兵了，谁也说不出傅觉川穷的话来。不可能，周哥，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傅觉川拿出来的彩礼都是他母亲的遗物，你被他的话骗了。要是他真的有这么多遗物，不可能平时连手表都舍不得买。他手腕上佩戴的还是20年前的老物件了，他故意找的借口，正大光明说出来，才让大家下意识相信他的话。也安排人去调查，从他怎么买到彩电查起走。首饰还可以说是遗物，但彩电是需要找厂里批条子才能买到。他就算是少尉，想找熟人帮忙，也是一个违规行为。毕竟他是半个月前才决定要跟叶乔乔定亲的，这么点时间批条子了，也未必有货。周哥，你说的有道理，真不愧是能做大老板的，脑子就是聪明。我这就下去调查。去吧，傅觉川，既然你违规操作了，那就别怪我了，我就等着看你事发入狱，叶乔乔后悔不及的样子。郑庆，你什么时候来的？正好我带了点水果，吃点。用不着。江瑶，周大哥，我看见你喝了不少酒，肯定不舒服，吃点水果解解酒吧。觉川，跟我来趟书房。怎么，这么一会儿就舍不得未婚夫了？我没有。觉川，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准备彩礼的那些钱都是哪里来的了吗？爸，确实是我妈的遗产。原本他准备告诉叶军长自己的身世，他刚打个电话回去，结果在首都的父亲开口便是责备不满，并让他赶紧立即回去跟他看中的女同志相看，当场挂了电话。我小舅当初去了港城，我小舅叫钟文。钟文竟然是你的小舅？你家是这么好，我家乔乔虽然也不差，但没有你家有钱。你确定要娶乔乔，不会后悔？伯父，你误会了，钟文虽然是我小舅，但我是我，他是他。我告知你这个消息，是为了证明我手上的银钱确实是母亲留给儿媳的，并不是来历不明，我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您放心。何况小舅家这2年生意上也并非顺风顺水，前些时候才遇见危机，关闭了一家远洋运输公司。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国内环境没有港城那么开放，我只想你跟乔乔好好过日子，钱够花了就成。伯父，我明白。那行吧，我就不耽搁你了。乔乔在外面肯定想跟你说话。伯父，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对乔乔好的。我相信你。傅大哥，我爸爸跟你说完话了。傅大哥，喝茶。傅大哥，那个，我爸爸没为难你吧？你给的彩礼太多了，我爸爸肯定会好奇才问。我很感谢你给我面子，送这么多彩礼，但是钱不好赚，我不能收。因为是我送的，你才不收吗？啊，傅大哥，你误会了，我就是觉得我们还没结婚呢，不能收这个钱，而且你给的太多了，我怕你自己不够用。没关系，这些钱确实是我母亲留给儿媳的，乔乔你安心收下便是，除非你不想跟我结婚，才还给我。那傅大哥，我收下了，你需要用钱就找我拿，我不缺钱花，我还有母亲留下的钱呢。乔乔，我有一件事隐瞒你。什么事啊？乔乔，其实我隐瞒自己的身世，没告诉伯父，但我不想欺骗你。其实我的父亲是首都军区里的首长傅明安，军职比伯父要高一点，我是他第1任妻子所生的长子，家里还有一个父亲第2任妻子生的16岁的弟弟，以及14岁的妹妹。傅大哥，那这样我岂不是占你便宜高价了？你不生气我撒谎？不生气啊，这是傅大哥你的事，不管你是谁的儿子，都不影响我的生活。当然了，我知道傅大哥，你肯定是有原因才隐瞒身份的。说起来，你在军队里4年了，一直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现在遇见我，不得不跟我说，我还怕影响你的事呢。傅大哥，你告诉我这件事真的不会影响你吗？放心，我不会跟外人说的，就算是我爸爸，除非影响到爸爸的安危，我才会说。乔乔，你做得对，我跟父亲有约定，瞒着身份进军队，这是我跟他的事，如果危及伯父，你只管告知。我知道了，傅大哥。我给的彩礼也跟父亲没关系，以后若是有人因为这件事找你麻烦，你不要害怕，直接让他走。傅大哥，你的意思是有人盯着你妈妈留下来的遗产？是谁啊？是我的2叔傅恒，他一直撮合他的养女正师跟我在一起，我不同意，他对我的婚事很执着，得知我结婚的消息，也许会对你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得知我对你的重视，他一定会故意在这方面刺激你，都是我连累了你。傅大哥，有没有可能傅二叔对你的关心是真心的？也许有真心。傅大哥，上午敬酒的时候，我听江源是在怀城做生意的。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不是，我就是听江源说了，他创立的远科公司似乎出了问题，濒临破产。我怀疑问题应该是出在财务上面，不然你们查一下负责财务的人。我会跟江源说，这是着急吗？急，但凡会计要做点什么，都能把钱直接让人骗走。那我这就通知江源。傅觉川当着他的面给江源打了一通电话，简单提醒了2句。挂断电话时，抬眸就撞见叶乔乔满眼笑容的看着他。傅大哥，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你能跟我来房间里一趟吗？好。傅大哥，你坐，我去收拾一下。叶乔乔打开衣柜抽屉，就往袋子里装了好几个物件，手表、剃须刀、户外太阳镜、皮带，都是他找人专门从友谊商店买的。虽然比起傅觉川的彩礼来说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到底是心意，他还是想送给他。傅大哥，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准备的礼物没有太珍贵，你别嫌弃。我不能要，太贵重了。
傅大哥，你送我那么多，我都收了，你不收我礼物是不喜欢吗？叶乔乔连忙伸手拉他，不让他离开，没想到步子猛了几分，一下撞到了傅觉川胸膛上，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仰头要站稳。啊，傅大哥，你别动，头发挂你纽扣上了，好疼。别急，我来解开。疼疼疼！傅觉川心里一急，看见旁边的书桌，立即伸手就把他抱到桌子上坐下。叶乔乔猛猛地抬头，正巧撞上傅觉川低头垂下眼睑去解纽扣上缠绕上的头发，一张宛如雕塑般的俊脸瞬间在他眼前放大。好了，谢谢傅大哥。傅大哥，你真不想收我礼物吗？那我下次准备其他的。不是，我喜欢，不用下次准备。傅大哥，这些礼物都是你能用得上的。我本来想给你送衣服鞋子的，但我直接买，你平时也几乎穿不着。不过我听说当兵的鞋子都比较挑，可惜我不会做手工千层底部鞋，但我可以学。你给我点时间，给我2个月时间，我肯定可以学会。你是画画的手，不是做鞋子的。难道傅大哥不想穿一双我亲手做的鞋子吗？那傅大哥，你没拒绝，我就当你答应了。毕竟你给我送的礼物实在太多了，我为你做这些也是应该的。不是吗？你不用太在意，我母亲留下的彩礼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可如果不是你尊重我，也大可不必给我。对了，傅大哥，今晚你就留在我家住吧，我跟爸爸一起给你准备的房间，以后你来家里就不是客人了，自然有你专属的房间。傅大哥，你觉得这屋子合不合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还可以选3楼。我就不留宿了。傅大哥，那这个房间我还是给你留着，以备不时之需。总之，你不用太客气。我知道。那傅大哥，你先留在家里吃个夜宵。叶乔乔说完这话，正巧外面叶军长再喊2人，叶乔乔率先走出去。乔乔，今天大家送了不少的礼品糕点，家里也不吃完，你带觉川去选一些他爱吃的。当兵的经常不到饭点就饿肚子，他应该用得着，只要不带去训练场就行。知道了，爸爸。傅大哥，你跟我来。叶乔乔把容易保存的直接装了一盒子，然后递给傅觉川。傅觉川还没有收到过这种满是心意又实在的礼物，目光在上面多看了2眼，好似看的不是糕点，而是珍贵的珠宝玉器。傅大哥，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拿回去就行。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傅觉川回到寝室时，把叶乔乔送给他的4样贵重礼物放进了床下带密码的木箱里，只见里面摆放着每样叶乔乔送给他的东西。他显然不打算用墨镜等物，而是认真珍藏起来，只是在每个物件旁边留下一个纸条，在上面写下具体的日期。乔乔要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了，傅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早些回来。跟着傅觉川一起离去的还有叶军长，不过他是去军区办公室里指挥行动。叶乔乔刚吃完早饭，跟他约定好的顾瑾就上门来了。小舅，我今天找你是想找你帮个忙的。什么忙？只管说。你想做生意吗？你知道我在做生意了。乔乔，你能不跟你姥姥说吗？小舅，如果没有你经商帮我，周从会继续欺负我的。姥姥那边有我呢，姥姥也不会想我们被欺负的。你想让我把生意做大做强，在生意场上打压周从？不错，你这个想法好。叶乔乔把他整理出的各种投资资料，周从前世发达的机遇全部写下，递给顾瑾。顾瑾当天拿着文件回去了公司，在看过之后就开始了大张旗鼓做生意。叶乔乔什么也没说，就只把自己的存款送了过去。姥姥，我来看你了。乔乔啊，你不是刚订婚吗？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老婆子？叶乔乔把小舅为了他做生意的事和周从对他做的事都说了，有前世的，也有这辈子已经发生的，他没有掺假。说完后，整个人的气压有些低。难怪我觉得乔乔在订婚宴上虽然开心，却像是心里藏了事。既然是有人把算盘打你们身上了，那就反击吧。不过你们答应姥姥，以后有钱了，不能叛国，不能当奸商，不能为了钱六亲不认。姥姥，我跟小舅谁也不会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后人啊。去做吧，乔乔，姥姥相信你会打败欺负你的人。这么久以来的压力，再靠在姥姥肩上，听着他毫无保留的信任跟心疼，他才彻底释放。即使面对父亲，他高兴，但也担心父亲重蹈覆辙。面对傅觉川这个恩人，对方越对他好，他越愧疚难安。面对舅舅，他担心舅舅的身体，唯独只有姥姥能让他有片刻的安宁。小姐，外面有人找。是谁啊？是周从。他来找我做什么？谢松自然回答不上来，叶乔乔也没准备从他口中得知准确消息。叶乔乔，顾瑾是不是你舅舅？是我舅舅。顾瑾抢了我的生意，你知道吗？知道。你知道？那你为什么还不阻止？我为什么要阻止？周从，你应该明白，对不起我的是你，你只需要接受得罪我的后果即可。叶乔乔，你就为了我选了江瑶，就要对付我？就这么一点小事，你就要对付我的生意，让你小舅抢走我看好几个月准备下手的厂子，抢走我看上的生产线？你知道我这一次损失多少钱吗？你损失多少钱？那是你自己没本事，来质问我做什么？所以你是非要跟我作对是吧？不是你自己太心狠，你算计过我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叶乔乔，你别后悔。周从丢下这句话就大步离开，叶乔乔立即转身回到养老院里，借用了门卫室的电话给小舅顾瑾打个电话过去。小舅，周从来找我了，你对付的他生意上不顺，他十分不满，也许会对你用阴招数，你按照我本子上提醒你的内容防备他。放心吧，你小舅我可不傻。你在哪呢？在养老院看姥姥。您姥姥有说什么吗？没有，姥姥支持
持我们。那就好。其实我才刚对周从出手，没想到他就急了，可见周家的底蕴也一般。那是因为周家才刚开始发展，不过周从可不仅这点本事。不过既然他还敢来找你，可见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周从竟然伤害了乔乔后，一点悔意都没有。幸好乔乔没嫁给他，我会继续针对他的生意。多谢小舅，不过小舅你忙完了，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好。周哥，怎么样？叶乔乔那边怎么说？他是不是能帮忙跟顾锦那边说两句？要是顾锦的冰箱厂能给我们供货，我们店铺里生意肯定好。他没答应，而且他坚持要报复我。什么？他不会还在计较周哥你选了江瑶没选他吧？那傅觉川不是已经给他很多彩礼，把面子挣回来了吗？怎么还追住我们不放？他也太小气了些。顾锦那边肯定是走不通了，我们去其他厂里买货，现在门面空着，不卖货很浪费租金。行，那我们直接去以前的正乐冰箱厂吧，合作的挺好的，能拿低价，而且现在不管什么类型的冰箱都能卖出去，就是老货没那么好卖。抱歉，周先生，我们厂里的货也没了，你要订都得半年后了。李厂长，以前你都能给我囤货，怎么现在不行了？最近出了故事的东桥冰箱，你们厂的老式冰箱怕是不好卖，我这边的顾客不少，我们合作是共赢的。以前你不是体会过吗？我知道以前你多有照顾，这次我愿意让你5%。周先生，我们厂里真的是没货了，你再去其他厂里找找吧。周从再三商议对方都不为所动，他也是有脾气的，不信说不动其他厂长，转身离去。但接下来他又找了怀城另外一个冰箱厂，同样被拒绝了。我们去电视厂还有收音机厂问看看，但冰箱厂目前也只有2家，顾家的厂子除外。徐正庆就又去跑了2趟，约莫晚上6点多，徐正庆才回来。你直接说吧，什么情况？周哥，所有厂子都拒绝给我们供货，只有最后一个收音机厂的吴厂长好心告诉我们，说军中有人让大家不给你供货，不仅仅是电器厂，就算是其他的货物厂，基本上都打了招呼，我们在怀城进不到货。叶军长，叶乔乔，可能性很大。叶乔乔一大早就跟着谢林一起陪同顾锦去医院检查，没想到这时有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医院外，叶乔乔随意一道眼神看过去，就看见了熟悉的身影。叶乔乔走过去，却被拦了下来，不让靠近。叶乔乔无奈，叶乔乔拿出自己的军属证，总算打听到了消息。傅大哥，乔乔，你怎么来了？是小舅来医院检查喂，我正好看见楼下的军车，看见你进了医院，就找过来了。傅大哥，你到底怎么受伤了？伤得严不严重？哪里不舒服？我受伤不严重，只是胳膊被砸伤。团长让我带伤兵来医院急救，等一会儿输液结束，我就要回去继续支援。可是你手都冻伤了，胳膊伤口不大，怎么会包扎这么严重？没有骨折，只是擦伤。为了避免接下来一段时间用不上力，才会输液。冻伤习惯就好了。每年遇见雨雪灾害都有这些任务，别担心，不是大事。傅大哥，你离开前还叮嘱我照顾好自己，结果你呢就不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是不想以后跟我过日子了？没有，我没有冒险，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叶乔乔没注意到他的神情，直接转身提着水壶要去打热水。有士兵去打水了。傅大哥，我相信你能照顾好自己，不过你出任务，我难免担心。我给你擦冻伤膏。谢谢乔乔，让你担心了，抱歉。傅大哥，我知道你们执行任务条件艰难，但如果是我去找人订购特级冻伤膏，你能带上用吗？部队有发物资，我知道部队会发，但是部队物资也紧张，你一看就是没用的。算了，我还是给部队捐赠物资吧。我以前也会给部队捐赠物资。傅大哥，你别担心我没钱。傅大哥，你这次任务部队缺什么物资？你可以捐赠一些棉衣、煤炭，冷了烧点热水节约物资，还效果不错。当然，还可以给因为雨雪天气导致道路坍塌救援的大兵们有热水泡馒头。行，那下午我能跟你一起去灾区吗？你专门跟我去灾区？对啊，你一个人去执行任务也不放心。如果是去战区，我肯定不方便，但如果是灾区，我正好送一批物资过去，负责的营长肯定愿意让我进去帮忙。不行，那边太危险。我不管，傅大哥你不让我去，我也能打听到消息，捐赠物资过去。乔乔，我是为了你好。傅大哥，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我们一起出发，我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帮你的。我不让你去，你悄悄跟着去才危险，所以我答应你。不过乔乔，你必须听话，不能乱跑。放心，我可会保护自己小命了，我就跟着你。那行，我答应你。傅大哥，我现在去筹集捐赠物资，你们做什么？再不让我就报警了。乔乔，你的这些货都被周大哥高价买走了，你又没跟厂长签订买卖合同，厂长把这些货物再卖给我们也是寻常事啊，你怎么能耽误厂长赚钱呢？人家要养多少职工？那个叶小姐啊，抱歉，我们厂子里的员工也是要吃饭的，这货就归周老板了，这钱你拿回去吧。周总，你是故意为难我？乔乔，谁让你非要跟我作对呢？还喊叶军长动用人情来拦着我进货，你挡了我赚钱的道，我自然要回敬一下的。要不是看在我们曾经的情谊上，也就不仅仅是抢货了。你真以为你钱多就抢得走吗？我没了棉衣厂的货，我也能去找其他厂子提货，有本事你一直跟着。跟着又如何？这些货我无论是在外市去卖，还是在省城，都不怕卖不出去。不用票据买衣服，怕是抢都抢不过来。我最多就是赚少点。赚少点，怕是一车货都赚不到100块，你能看得上？赚钱是次要，为难你才是目的。如果你让叶军长收回成命，不再影响我做生意，我现在立马就离开。这批货我还免费送给你。你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了吗？
周老板，抱歉了，我这些货就是卖给叶小姐的，你别挡着叶小姐送货。周从，你应该感谢自己喜欢抓人把柄的习惯，我这也是跟着你学的。周从疑惑，他是怎么这么了解自己行事作风的？江瑶看他盯着叶乔乔的眼神里带上好奇，心里就是一个咯噔，立即上前挽住他胳膊，打断周从的思绪。周大哥，叶乔乔到底做了什么啊？竟然威胁厂长出尔反尔，莫不是违法乱纪、仗势欺人吧？行了，棉衣厂的事算了，煤炭厂那边继续卡他的物资，我就不信叶乔乔还能次次都有本事阻止。傅大哥，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了？煤炭那边等我一日，有棉衣也能帮到士兵们。傅觉川不悦皱眉，从这段时间的了解，他知道周从把乔乔欺负狠了，现在还追上来用这种小人行径，直接借了仓库里的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出去。他走回来，军靴踩在地上嘎吱作响，他冷漠地直视周从。你名下在南街那个电器店铺因为电信线路不合法被封了，如果你现在还不离去，等待给你的就不是被封，而是继续赔偿当初电路短路造成火灾给隔壁邻居带来的损失。我也有钱帮那些邻居打官司。我不信。你可以不信。周从反而信了，他现在店铺本来就没货了，只能卖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抵扣租金，要是再被封了，他只怕会直接亏本。周从沉着脸，带着江瑶快步离去，顾不上为难叶乔乔了。傅大哥，你怎么知道周从身上的陈年老案的？我随便调查了一下。谢谢你，傅大哥。我让人直接去查周从名下5个店铺，如果查出问题来，应该能被封。我是不是动手太狠了？没有，完全没有。乔乔，小心！感谢叶同志捐赠的物资，有了这些，战士们接下来的日子要好过多了。乔乔，这里条件不高，海拔也比怀城高一些，你穿戴好，别冻凉着了。好小子，你这是占女同志便宜呢。回领导的话，乔乔是我未婚妻。竟然是这么亲近的关系。你受伤，未婚妻来看你，还为此捐赠物资，陪住你一起来这里，很好。你小子是懂什么叫伤害我这老领导的心的，谁不想回家陪媳妇儿啊？行了，你赶紧干活去。叶同志，跟我来登记一下捐赠物和数量，等以后部队会登记给予感谢证书的。没事，我一只手也能干活，我保证这3天都好好养伤，我答应过你的。好吧，那傅大哥，你不能骗人哦。叶乔乔目送傅觉川离开，叶乔乔花了1个小时跟营长留下来的兵确认了物资数量。他看见旁边炉子上烧着热水，连忙用军用水壶装了1瓶。傅大哥，先喝口热水吧。乔乔，货物都搬下来了吧？一会儿你跟着车回去，趁着天黑之前还能到怀城。傅大哥，你要赶我走？按照目前的进度，今晚7、8点就能勉强疏通，足够一辆货车离开的宽度。我本身是要跟着物资车队前往西南战区的，只是因为意外才不得不在这停留。晚上一通车，我就会跟着离开。晚上留你一人在这，我不放心。必须去战区吗？乔乔，我会安全回来的。过年前我一定回来，就算还在战区，我也有假期可以回来。我现在只是去了解战区，除非特殊情况，我明年才有资格上战场。你就当我是运送物资的。好，傅大哥，我能给你写信吗？你愿意给我写，我很高兴。那傅大哥，你记得要给我回信啊，我会喊我爸给你寄信，我怕自己寄不到你手上去。傅大哥，你记得给我回信哦。路上注意安全，我收到你的信。叶乔乔晚上回到家都9点多了，接到谢林的电话说明天一早带顾瑾出院，顾瑾的胃糜烂了，还没有发展成胃癌，也算是好消息。顾大哥，求求你娶了我，救救我！我家人要把我卖给村里的老光棍，那老光棍已经打死1个媳妇儿了，我不想死，求求你了，顾大哥，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你就救我。何莲，你先起来，你的事我一会儿跟你回你村里跟你家长辈劝说一下，这种事是犯法的。不行的，顾大哥，他们根本不会听，你要是不娶我，我就只有嘎了算了。我才是顾同志的未婚妻，他娶你就是辜负我，我们已经给了你钱报答救命之恩了，你何必挟恩图报？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帮你，不是吗？叶乔乔看见何莲，想起了这人，他不就是前世仗着救命之恩纠缠小舅，在得知小舅生病后卷走了钱财跑了的那个小舅的白月光吗？谢同志，求求你把顾大哥让给我，他要是喜欢你，早就跟你结婚了，我跟他已经……我知道你是江瑶喊过来的，你不用假装，我知道你什么心思。乔乔，你怎么来了？小舅，我是你最亲的侄女，我不来怎么行？这不，我一来就遇见有人找你麻烦了。何莲我认识，是小舅，我也认识何莲，她跟江瑶是旧识。你认识江瑶，关系还很好。顾大哥，我没不仅认识，她今天来找你，还是因为江瑶的指点。不，我没有，这位同志，你凭什么冤枉我？小舅，你看他心虚的都想阻止我继续说下去。乔乔，何莲，谁准你伤害乔乔的？小舅，你恐怕不知道，他不仅跟江瑶关系亲密，还是骗你的。他家根本就没有逼她嫁人，他就是想当我的舅妈，然后通过你拿捏我，然后和江瑶一起对付我。顾大哥，你相信我，我真的不认识那什么江瑶，你有本事让他拿出证据。乔乔不需要拿出证据，他的话我都相信。小舅，你被骗了，还不止这一次呢。这2年你都一直在被何家欺骗，其实你是被何家奶奶救上来的，但何家人非要骗你是何莲救的，就是想攀高枝。小舅，你好好输液，我先带他出去说说话。你们要做什么？当然是带你去找江瑶这个罪魁祸首了。我管你认不认识，反正江瑶认识你就行了。他对你可不够好，他的男人可是商界新贵周从，身家100万。你知道我小舅在做生意了。你说什么？我只是觉得顾大哥喜欢我，我也想找个男人照顾我而已。行，看样子我也不需要去找江瑶了，我直接送你去警局。你不是我小舅的救命恩人，却要伪装起来缠着他，企图想要欺骗他，你这是诈骗行为。我相信警局能从你全家口中审问出来的，正好你全村应该就能扬名了，到时候指不定真能如愿嫁给老光棍呢。你敢？
他连村里都知道这件事了，还笑话你想攀城里的高枝失败，怎么办啊？你不能回村了。那我就留在城里。可是城里你没有工作，根本无法长久留下来。我有办法。叶乔乔这边，他在军区门口见了他暗中培养的私人侦探，得知了消息，知道何莲去缠着周从和江瑶了，他乐了，继续盯着周从。好的，老板。叶乔乔转身去了军邮所，取傅觉川写给他的回信。出了邮所，还没来得及打开看，一辆汽车在旁边停下。乔乔，你在这做什么？走啊，一起去厂子看看。我不去厂里，我去铺面看看。你去厂里吧，你和林姐姐很忙，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行，我送你去。谁写的信啊？看得这么入迷。傅大哥的信。亲爱的乔乔，展信家，我收到你来信时，已经到达战区2天，战火纷飞的天空雾霾暗闪，物资的送达让一众新老士兵开怀、遗憾、痛哭。在这里，生命是最敬畏的。我想，这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比不过性命。战友的牺牲让我只想你是安全的，望你星光璀璨，远路在前，无忧活着。傅觉川。看完书信，叶乔乔心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眉头也微微蹙着。他不理会小舅的打趣，一路发呆到店铺，被柜员拉进去喝自家厂子里生产的饮料。顾瑾离开，他都没注意。乔乔发什么呆呢？给傅大哥回信呢。哦，乔乔的对象啊。傅觉川同志要来几瓶活力水。我找你，我可以看看这个蛋壳吗？不可以。叶乔乔下意识拒绝，抬头就看清了男人的长相。我是傅觉川的二叔傅恒，不用害怕，我知道你是他的未婚妻，我是来给你们传信的。哦，二叔好。不错，难怪觉川会看上你，我现在都觉得你可爱了。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我得提醒你一件事，觉川的父亲想过年叫觉川回首都，去给他后妈生的儿子铺路，我劝你阻止觉川回去。傅伯父要做什么？我大哥心里只有他现在的家人，觉川的娘走得早，我大哥怕早就把这个发妻忘了。他觉得二儿子今年16，正是需要好好拼搏的时候，准备让他去自己手下的部队历练，但只让老二去自己部下，明面上不好听，他才准备让觉川也回去，正好还能在部队里多指点指点老二。傅二叔，多谢你来跟我说这个消息，但是现在我既然已经是觉川的未婚妻，自然要行使未婚妻的权利。这样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写一封信给傅伯父，告知他今年傅大哥要留在我家过年，这是早就商议好了的。等明年过年，我跟觉川一起回去拜访他，让他好好保重身体。我就知道你是个好的，行，我帮你把信带回去。那就多谢傅二叔了。对了，我还要准备一些合适的年礼，麻烦傅二叔你一起带回去。叶乔乔在礼节上一点不缺，中午请傅二叔吃了午饭，就让人把年礼准备好，让傅二叔带走了。解决完这件事，叶乔乔后知后觉，想起来没有告诉傅觉川，他连忙去写回信，把这件事写上去，告诉了傅觉川。快跟上王莲花小姐，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怀疑周从私下在搞走史，所以想麻烦你等晚上有机会了进去看看，找到证据我们就举报。你说叶军长亲自来战区指挥了？没错，叶军长说要让大家过一个好年。傅觉川收起2封信，先去见了叶军长。我也听说你在战场上表现极好，但现在你先回营地休息，明日一早来找我报道，我会给你安排适合你的任务。是。回到营帐里，半躺下后，他先看了副首长的信。觉川，过年了，带你未婚妻回来首都过年，我跟你妈早就把你们的房间收拾出来了，别跟我说拒绝的话，这是命令，不是通知。你总不希望京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未婚妻是谁吧？你不为自己考虑，总要为她考虑。明明答应过自己不干涉自己的决定，却用乔乔的存在来拿捏我。在看到叶乔乔的信时，眉眼上罕见多了一丝笑容。亲爱的傅大哥，展信家，当你收到这封信时，已经临近年关，也许那时候你就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我很期待。这几天我在家里忙活了不少事，但都无一不在展示着和平美好。你在战区烈火纷飞，我在怀城诚心祈福。我相信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我想述说许多家常，却担心打扰耽搁你的时间，便不多言。但是白天我见到了傅二叔，他见到我，告知傅伯父，想让你今年回家过年，是为了把你留在首都军区，为你弟弟铺路。我知道你不信任傅二叔的话，但我得到这个消息，一时气愤，便写了一封拒绝回首都的信，以及年礼，让傅二叔带回去回应傅伯父。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正确，若是你不悦，我也收拾了行李，时刻准备着跟你一起去首都。如果运气好，应该能赶上大年30。副排长还没休息，真是累死个人了，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回去过年了。我们争取多坚地头领，也许能回家过年。哎呀，别说了，副排长肯定是在看家里的戏，我刚刚看见他都笑得一脸灿烂。是吗？我看副排长很年轻啊，怎么家里就有孩子了？不是孩子，是未婚妻。哎呦喂，副排长这是刚谈对象吧？难怪这么热情。就是我们现在跟老家的妻子都老夫老妻了，还真没有这激情了。这样吗？我还以为找对象是自己喜欢的，肯定能一起白头偕老，多浪漫啊！当然可以白头偕老，只是时间长了都变成亲情了。是啊，都成一家人了，还谈什么爱不爱的啊？多害臊！我对他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消失。副排长，你为什么这么笃定？我认识他8年零325天6小时28分，在他不知道我的时候。副排长，你连时间都能记得这么清楚，那你未婚妻肯定很喜欢你的细心。对，我的妻子就是嫌弃我大老粗。哎，这不是叶同志呢？我认识，叶同志是很厉害的画家，他一手飓风画，画得自然漂亮，在我们高中十分受欢迎。不过那时候他从来不画人物画像，说是只给自己的心上人画。副排长，原来叶同志是你的对象啊？那你肯定有数不清的人物画像吧？我说小林，
别影响副排长休息，你自己老老实实养伤。好吧，那副排长我不打扰你了。小姐，我在江家发现了一个地窖，里面放住很多木箱子，里面就放住不少的古董跟黄金。真的吗？走走走，我们赶紧去举报。警察来得很快，跟着回来的还有周母、周从以及江瑶。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是租的房子，怎么可能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是不是真的？检查后就知道了，烦请配合。周大哥，我妈会不会被判刑？她会不会要坐牢？可是她年纪这么大了，都是我不好，没有提前帮周大哥你运走，导致出现这个意外。周大哥，求求你救救我妈！我会救出伯母的。谢谢你，周大哥。当警察一箱箱的把古董从地窖里抬出来时，糟了！谁是这些古董的拥有者？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只是租的这个院子，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意思是这些黄金也不是你们的？不是。行，那我们先把赃物带走，等需要你们配合调查时，会喊你们去警局。周从、江瑶，没想到你们竟然做出了这种违法乱纪的事，警察怎么没能把你们带走呢？是你哈，我们的对吗？你是不是因为心里有周大哥，生气他没娶你，所以才一直出手找周大哥麻烦？叶乔乔，你现在想做这些吸引我注意力，我告诉你晚了。江源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找到了叶乔乔，就在巷子口看见这出戏。别了，我可是有家室的人，别掰扯情不情的，我纯粹就是看你们不爽。乔乔，你如果不是因为我跟瑶瑶在一起的事生气，那是因为什么？我们除了这件事也没其他矛盾，你就那么恨我，恨不得多次破坏我的生意。对呀，乔乔，你大胆承认爱周大哥，我也能接受，毕竟周大哥这么好，你却失去了，不甘心是正常的，毕竟没有爱，哪里来的恨啊？不错，我要盯住叶乔乔，势必要看看他能给出什么回答来。如果他心有所属，我一定会告诉副哥。你们如此普通，却这般自信，谁说的？我跟周从，你除了被你背叛以外就没有矛盾了？周从，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郭峰的人？还是凭借未来是我父亲的女婿才搭上的关系？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你敢在还没有娶我之前，就利用我爸军长的身份，跟国外的的搭上关系，我凭什么不能对付你？要不是我没查到你没有实质交易，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叶乔乔，算你狠，但你也说了，周大哥没有做什么，从今日开始，我会辅佐他努力赚钱，你就只能看着我们过上好日子。说起来还要多谢你，要不是你提醒，指不定周大哥就真陷进去了。行啊，那你们以后被我抓住小辫子也别叫屈，我们各凭本事。江源，你怎么在这里？我当然是代表副哥过来找你的，没想到你倒是先给我看了一场大戏。你放心，我会尽快解决了周从，不会连累傅大哥。行，希望你说到做到。对了，我是来给你送口信的。傅哥说你帮忙拒绝傅伯父的事，他很赞同，让你不必理会首都的人。如果有人为难你，你就来找我。我答应了傅哥，肯定会在首都那群人面前保护好你的。还有就是傅哥估计大年30才能回来，让你不用担心。最后就是叮嘱你多保重身体哦。还有，傅哥还提了一句，你的画技很好，让我如果有什么包装设计图纸就找你画，当然前提是价格高，还不能累住你了。那就好，我还担心拒绝了傅伯父，傅大哥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呢。就算首都来人了，也欺负不到我头上，有我爸爸在呢。大年30也快了，就这不足1周的时间，我会提前准备好年礼，你让傅大哥人安全回来过年就行。至于画画，等我有空了再接活。停，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你直接写信给傅哥啊？抱歉，我还以为傅大哥是着急知道傅伯父的事，让你帮忙传讯呢。电话快得多，书信比较慢。我决定了，下次你们自己联络，我才不吃饱了撑的给你们传信。你们两人也太黏糊了，话跟说不完似的。行了，那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时间眨眼间就到了大年29这天，叶乔乔正在逛百货楼。乔乔啊，原来是周同志啊，你有什么事？你这孩子怎么连伯母都不喊了？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乔乔你商量一个事的。什么事？乔乔，你回来当我儿媳妇吧。我本来就不赞成阿聪娶江瑶，我一直看中的是你，你今天就跟我回去，我帮你把江瑶撵走。周同志，我可是有未婚夫的人了，下次如果你再胡说八道，破坏我的名声，就别怪我报警了。你乔乔，我好心想如你愿，让我儿子娶你，你不感激就罢了，还推开我。你能不白日做梦了吗？你真以为你儿子是个金元宝谁都爱，不过是个渣男。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什么脏的臭的都要。你幸好我儿子没看上你，真是长见识了。我还没质问你为什么一直找我们家麻烦，最近还举报周从走私，你倒是一点好脸色都不给了。周同志，也就是说你们确实私下走私了？我看你才是搞走屎，不然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要去举报，你爸爸身份高又如何？沾上点不干净的才更容易下台。行啊，你去啊。那你等着。你说让我给傅大哥画人物画像？对啊，我去你学校了解了一下，得知你的画技确实很好，就是传闻你从来不画人物画像，除非是给你的心上人。既然傅哥是你未婚夫，也就是你的心上人吧？傅大哥喊你去学校了解我的情况的？不啊，是我自己。哎，那事情就这么说好了，等明天傅哥回来了，我就跟他说这事。江源，你干嘛这么急？傅大哥都没说什么呢。那行，你自己跟傅哥说画像的事，我还有事，先走了啊。乔乔，快下楼来了，你爸跟傅觉川都在
在门外了。爸爸、傅大哥，你们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赶不上吃午饭呢。那肯定无论如何也要赶回来，毕竟绝川也想回来过年，不然不至于在战场上那么拼命了。巧巧，你给绝川画个自画像吧，他带着上战场也能安心。爸爸，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中午，叶家是跟着顾家一起团圆的，并且顾瑾还把谢琳带上了。谢琳没有回谢家过年，在吃完午饭后，她好奇的准备上前去问林姐姐：“顾瑾，我现在才知道自己不是谢家的孩子，真正的谢家千金另有其人，跟你订婚的未婚妻也另有其人，这下你不用娶我了。”我是那种看重婚约的人吗？现在我的公司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前程似锦，我不信谢家人看不出来。我想娶谁，哪怕不是谢家亲生的，他们敢得罪我，你还愿意娶我？自然。小舅，林姐姐，我来找你们有事。是乔乔啊，快进来吧。林姐姐，我刚刚听你说你不是谢家的孩子，这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我原来不是妈妈的孩子，而是爸爸在婚前跟别的女人生的。那个女人你也认识，是江瑶的母亲。乔乔，你怎么了？小舅，我来给乔乔喂。傅大哥、林姐姐，小舅，我没事，吓到你们了吧？乔乔，到底怎么了？我知道江母另外一个女儿是谁，是不是叫江兰，在何家村住？乔乔，你怎么知道的？不仅如此，她还已经嫁人，刚生了个女儿。什么？她结婚了？可是她见到我的第一面就是控诉我抢了她的人生，她的未婚夫。我不知道江兰竟然才是谢家的孩子。林姐姐，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就前2天，我回到家，家里人都知道了，并且江兰已经回到谢家，改了谢姓。这件事怕是江瑶跟江母故意冲着我来的。最近周从的生意做不下去，光坐吃山空也扛不住，有这么一个助力在，自然要膈应我们。小舅，你怎么想？不管谁是谢家的孩子，我都只会娶谢琳。那好，小舅，既然如此，你就去跟林姐姐领结婚证吧。这么快吗？林姐姐，小舅，只要你们现在领了证，加上谢兰还没跟前夫离婚，以后无论怎么白扯，那也是你们无辜的。最多就是谢兰回到谢家生活，还想在婚事上纠缠小舅，说出去他们也不占理。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谢兰的真实情况，谢家估计还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占据了这个先机，才正要做点什么，避免被算计。但扯结婚证也要等初6后上班才行。小姐，谢家打来的电话，想找谢小姐回家过年，让顾少爷送她。我还真要去会会他们。小舅，我跟你一起。我也去，我帮你们开车。行，那麻烦绝川你陪着乔乔，我一会儿恐怕没时间顾着乔乔。这2人怎么像是搅屎棍，哪里都有他们，以前也没看出来。那是因为我们家不乱，都被他们折腾的乱了才出事。哪里能想到江瑶还没出生呢，江伯母就乱过了。那年头未婚生子，可不就是乱的不行吗？绝川，麻烦你照顾好乔乔了。原来是叶小姐，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夫吧？人长得真精神，快请进。没错，我也觉得傅大哥人不错，长得也好。老爷、老夫人，林小姐和顾先生以及叶小姐跟他未婚夫傅先生来了。阿锦啊，乔乔、绝川，快过来！谢爷爷、谢奶奶，许久没见啊！要恭喜你们，要有我这么好的孙婿了。我阿锦也知道我们家兰儿回来了。以前你一直没有跟谢琳结婚，想来是有什么矛盾的，正好现在可以直接换成兰儿，你们处处就知道合适了。谢奶奶，你老糊涂了，说什么兰儿亲儿的？我跟阿林早就有夫妻之实了，她估计肚子里都有我的孩子了，我可不做抛妻弃子的事。什么？顾姐啊，你是男人，哪里能只有一个女人的？既然谢琳愿意跟着你，你就养在外面，明面上娶了我女儿谢兰不就行了？老大，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谢伯父，那可不行，你们那年代娶3、4个都没问题，我们现在是新时代了，走出门去牵着对象的手都是耍溜溜。我要是做出抛弃阿林的事，那估计我转头就被投诉耍溜溜，抓起来直接被咔嚓。我说谢伯父，你不会故意坑我吧？你背后有那么大一家工厂，又有叶军长在，谁敢投诉你？那谁知道呢？毕竟那什么谢兰，早不出现晚不出现，非得在周从生意做不下去时出现。说实话，就算没有阿林，就凭谢兰是江瑶母亲生的，我就不可能娶她。一个私下当小三，让我侄女被欺负的女人的姐姐，能是什么好的？何况上面还有个未婚先孕的妈。我说谢奶奶、谢爷爷，我看你们是长辈，才说的实话。我跟周从、江瑶不两立，你们今日别管打的什么主意，那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顾大哥，我跟我妹妹和母亲从小就分开，你怎么能这般武断呢？我就是武断咋了？我今天还就把话丢在这里了，不管你们做什么，针对周从的事，我不仅不会收手，还会更进一步。你们谢家要是帮着周从，那就是我的对家。谢琳，你不劝劝阿锦？奶奶，我可以孝敬你，但我跟周从可没什么关系，你们也最好是脑子清楚点。妈还在呢，就帮外面的女人生的孩子和女婿，你们是羞辱妈。就是啊，谢奶奶，我知道你想我小舅跟周从和好，一起经商赚大钱，带你们发家能得到不少好处，但是这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好事？选周家还是选我们顾家、叶家，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叶乔乔，你够狠！我算什么狠？
敢背叛我，还以为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也太小瞧我叶家了。但凡你跟江瑶实话实说，我还会成全你们，甚至在你们订婚宴上送上贺礼。可惜啊，你们情愿骗我，也不敢说实话，那就别怪我的报复。你以为这样做我就无法翻身了吗？叶军长的势力可无法做到遍布全国。等我功成名就那一天，你别后悔就好。瑶瑶，我们走了。谢奶奶，谢爷爷，你们也是跟我姥姥的老相识了。这次我是看在你们也不知道江瑶和周从做的事的份上，我才不怪你们。但之后我希望你们最好不要投资周从，毕竟谢兰是江瑶同母异父姐姐的事，江瑶早就知道了，这时候觉得有用了，才把谢兰找回来。你们啊，被人计算了，都还不知道呢。巧巧，还是你知道的消息灵通，我们也是被骗了，你可千万别生气。谢奶奶，你们下次可别再被骗了，毕竟我也不希望自己多次被刺。小舅，你放心，林姐姐可不傻。我倒是放心她，但是对谢家人一点都不放心。不行，我得找个保镖来保护阿林。巧巧，你跟傅觉川一起回去，我先去找人。巧巧，不是周从跟谢家关系破裂，他又失败了吗？怎么不开心？不开心没报复江瑶，他明摆着计算我们呢。巧巧，你忘记了吗？我上次去做任务之前，让人调查了周从的5个铺子，已经有消息了，可以直接封了，应该都无法在怀城开业了。本来我想当成新年礼物告诉你，今天大年30送这个礼物，你应该也会高兴。傅大哥，真的吗？我也吩咐了江源，他认识不少做生意的人脉，他会一起为难周从。这会不会给江源带来麻烦？不会，这点小事江源应付得来。周从跟江瑶离开谢家，刚回到家就得到铺子被封的消息。当周从亲自到了铺子面前，看见有干部开了罚单，本来在卖各种年货和布匹的店铺直接被关门。当他看清楚上面写着自己被列为失信人，以后在怀城经商都要进行比旁人更难一些的审核，他脸都绿了，眼睁睁看着店门被关。周从心里渐渐冒出了一个想法来：叶巧巧，你既然非要找我麻烦，我还偏要做大生意，你别怪我不客气。江瑶，本来我是能嫁给顾瑾的，都因为你，导致我莫名其妙得罪了叶巧巧，顾瑾对我再也没有了好脸色，我以后就留在周家过日子了。你这日子也太好了，我跟住过又怎么样？你一个未婚姑娘，不怕坏了名声吗？名声？如果能留在周家，还要什么名声？你先回去，我给你一笔钱，你住在招待所，等年后我再给你买一间房子。叶巧巧，巧巧，觉川，你们回来了，谢家没什么事吧？爸爸，还好，没什么大事。我给谢家老爷子去一封信，他年轻的时候还看重义气，如今却更重利了。不过我的面子，他应该会给。谢谢爸爸。巧巧，我这里有一张碟片放的《庐山恋》，你跟觉川去楼上用影碟机放着看吧，正好看完，你们就下楼来吃晚上的团圆饭。傅大哥，你有时间吗？那你先上楼，直接去我的房间，我房间里的电视也可以放影碟机。我去装点水果，辛苦傅大哥，你先把电影放出来。傅觉川点头应下后便上楼了。叶巧巧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同时转身进了厨房。傅觉川听见了脚步声，把碟片放进去后，起身走过去，接过他手上端着的盘子。怎么了？是我洗的水果不对？没有，我刚刚没听见。傅大哥，我在谢家，是不是做错什么了？你好像有点不高兴。怎么这么说？是不是你不喜欢我牵你啊？我没有牵过别人的手。那我冒犯了。是啊，傅大哥无论前世还是现今，都没有胡来的暧昧关系，洁身自好。没有冒犯。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生气呢？没有生气，我不会生你的气，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也不会。傅大哥，我也不会生你的气，如果我们有矛盾，一定要坦言告知。我会的。傅大哥，吃点葡萄呀，我给你洗的。多谢。抱歉，我把你裤子弄脏了，我这就捡起来扔掉。我跟你说，这葡萄汁其实挺好洗的，就是先用凉水冲洗污渍，然后再用醋跟苏打粉就能洗掉。不然你把裤子脱下来，我帮你洗掉吧。傅大哥，你怎么了？没事，不用，我自己回去洗就好了。我先回家换衣服。巧巧，怎么了这是？爸爸，我刚刚笨手笨脚把葡萄汁弄到傅大哥裤子上了，他不好意思让我洗，就自己回去换衣服去了。没事，这说明傅觉川自己私务能力很强，非常合格，以后不担心需要你给他洗衣物了，他自己能搞定，挺好。是这样吗？副排长，你咋过年的时候来洗澡？今天除了值班的时候才有热水，这会儿都是冷的。没事。等傅觉川回到叶家时，果然所有人都到了。傅大哥，过来坐，喝点热茶。觉川啊，家里不是给你准备了房间的吗？还有你可以穿的衣物，你跑回去换洗多麻烦，还要去公共澡堂才有热水，家里可以直接出热水。我一时习惯了。那你下次别跑错了，家里有什么缺的，你就跟巧巧说，今晚你留下来住，正好我过2日给你介绍亲戚。是。傅大哥，你刚刚换下的衣服拿来我给你用洗衣机洗。不用，我已经手洗完了。这么快？那你的手不是又要冻疮了？叶巧巧连忙去拿了冻疮膏给他。傅觉川在他递过来的第一时间就自己涂抹起来，认真的不像他的性子。没错，就这样涂抹，多揉一会儿，尤其是生了冻疮发红的位置。冻疮膏你收着，
你还没好，用得着的时候还多着呢。好了，吃饭了。全家人坐在饭桌上一起吃年夜饭之前，这次大家一起喝了葡萄酒。爸爸，我要去军区外放烟花。不去看文艺汇演？不去，我每年都看，里面也不能大笑，我还是在外面玩烟花吧。那行，你跟绝川一起出门去玩吧，我先走了。他是领导，要去参加文艺汇演，这会时间正合适，差不多跟春晚的时间是一样的。叶军长一走，顾姥姥要在家里看春晚，顾瑾就说他跟谢琳陪着。傅大哥，走，我们快出发。我去开车，你披上军大衣，不冷。好。乔乔突发奇想，想去不远处山坡上放烟花，看风景。傅觉川对他有求必应。一晚上，叶乔乔玩到晚上11点半，才玩累了，被傅觉川背着下山坡。结果走到密林外，突然响起暧昧的声音。傅大哥，我们悄悄过去看看。我觉得那男人的声音有些熟悉，好像是周从。叶乔乔，乔乔，你看见什么了？看见你跟钟情接吻了。你误会了，我跟钟小姐只是在谈私事。你这是搭上钟小姐不娶江瑶了。乔乔，我跟周从只是玩玩而已，你把照片还给我，以后我就不玩你的男人了，是不是，傅少尉？乔乔，我不捡破烂。没错，钟情都不知道跟多少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自愿的就罢了，还来勾引我未婚夫，没有底线，不讲道德，恶心死了。叶乔乔，你把照片给我。我不可能给你们，做梦去吧。傅大哥，我们走。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叶乔乔手上的照片，真是晦气。叶乔乔不会给我，他现在恨不得我去搞。你怎么这么废物？选什么江瑶，直接选叶乔乔那个单纯的大小姐不好吗？就算你选了她，想在外面怎么玩都行。现在好了，她倒是被你这一辈子长了脑子了，我们被她捏着把柄，谁知道她会做什么？她肯定是还喜欢你的，你想法子接近她，让她喜欢上你，你再找理由把照片骗回来。我要去把照片洗出来，多洗几张。乔乔，你怎么听出那是周从的声音？我不仅忘不掉周从的声音，我还忘不掉江瑶的声音。我认识一个照相馆的熟人，应该可以借机器一用把照片洗出来。那我们现在就去洗照片，花了1个小时，就2张照片，一张钟情跟周从接吻，一张叶乔乔在山坡月光下放烟花。傅大哥，你干嘛洗我的照片啊？寄给首都那边，免得他们不知道你的样子。不用担心，我认定的人，他们也都会认定。伯父，我一会儿要给家里打一通电话，楼下的电话可以用，我先送岳母他们回去。乔乔，你跟我们一起去。喂，你谁啊？是我。大哥，你今年怎么不回来？我知道爸不高兴你娶了外地的嫂子，但是我欢迎你啊！你什么时候把嫂子带回来让我见见？大哥，你不会因为我妈的话还不高兴吧？你帮我跟父亲说一声，我找他。每次都这样，干嘛不想跟我讲话？行了，我帮你喊。结果接电话的不是副首长，而是傅青宇的亲妈王瑜。觉川啊，你怎么现在才给你爸爸打电话啊？昨晚他没收到你的电话，可生气了。哎，你这孩子，不过我已经帮你劝好你爸了。觉川，你一会儿好好跟你爸爸说点好话，他就没那么生气了。哎，你这孩子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之前非要闹出去当兵就算了，现在说你2句你也不开心了。算了，我这当后妈的说多了就是错，我不说了。你爸来了，你跟你爸说。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你的家教呢？乔乔的年礼收到了吗？哼，你还好意思说？你那媳妇儿胆子真不小，竟然在信里直接拒绝我，说什么没来过首都害怕，还说什么老爷管他管得严。我又不是让他走路来首都，这有什么好害怕的？难不成以后都不来拜访我这个长辈不成？就你媳妇那张嘴，你觉得乔乔敢去京城吗？你们心里没点数？你臭小子，你说什么？我已经给你打电话了，你要是不想跟我说话，我现在就能挂了。你今年回来，等我放假。行，你说好的。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你也可以带你媳妇儿一起回来，我给你们出路费。行，你寄给乔乔，他方便收。第一次给乔乔送东西，你自己看着的。这些都没问题，但你年后必须回来一趟，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挂了。明安，你对觉川倒是好，但他接受你的好意了吗？别说对我这个后妈不满意了，我看他恨不得搬空这个家去他的小家。你闭嘴！觉川结婚本来家里就要准备一笔彩礼，之前他拿的他妈妈的，我什么都不给像什么样子。我把清单列出来，你按照上面的整理好送过去。老爷那人不错，觉川还算有眼光。明安，这些东西我会好好准备，但你看觉川不想回来接班，你就不让他回来不行吗？我看在其他军区也很不错。你懂什么？在外面的军区到底距离远了，以后他是要继承我的人脉的，他是我的长子，他不继承谁继承？他根本就不乐意，你热脸贴他冷屁股做什么？再说了，你除了他就没有其他儿子了吗？青羽难道就不是你的儿子了？青羽还小，他从小留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为什么非要跟觉川争？你别用你那什么害怕觉川对付你们的理由，有我在，他敢。明安啊，那你说的把青羽放进部队的事，等初8以后就去。家里2个孩子没什么新衣服了，你看这钱票，省着点用。就算老傅非要让傅觉川继承，只要傅觉川还没有把人脉握在手上，那我就能想办法抢过来，不然傅觉川回来了，哪里还有什么剩下的？乔乔，你来找我做什么？继续欺骗我？乔乔，求你不要生瑶瑶跟周从的气，你要我做什么都行。你突然跑来找我，不会是因为江瑶的日子不好过吧？你跟我说说看，江瑶现在怎么了？指不定我心情一好，还真会放过她。瑶瑶最近被何莲缠上了，损失了不少的钱，兰儿也怪瑶瑶隐瞒她的真实身份，两人都在周家不走了，兰儿还带住孩子留在周家也就罢了，但何莲一个外人，她简直太过分了。何莲过分？
你竟然也知道过分2个字了，真是笑话。前世我可比江瑶惨多了，他根本没想过嘎，假装自瞎时都还要伪装成是我逼的。要说周从是个渣男，那么江瑶也是个哒哒哒的。抱歉，我帮不了你。你再没有阻止江瑶悄悄抢我的对象，还勾着周从背叛我的时候，我们就注定是敌人。你就算跪嘎在这里，我也不会帮他。如今刚开年，外面就有些乱。决川，你晚上就进特战部队，总有你用武之力的时候，在里面你要小心，多注意安危。是。乔乔，你等我回来，在特战部队升职会更快。可是那也更危险啊，傅大哥，你的安危最要紧。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不升职也没关系。傅觉川没忍住，伸手抱了抱他。叶乔乔原本有点尴尬，但想到他马上要离开，心里也跟着冒出了不舍，尤其是听见他强而有力的心跳声。两人抱了一会儿，又深深看了叶乔乔一眼，转身离开。傅大哥，我还没给你画画像呢。不着急，等你心甘情愿给我画，再动手。傅觉川一走，整个年节就冷淡下来了。尤其是父亲也忙着南方的战事，长时间不在家。他在家里闲逛了几天，私人侦探那边发来了消息。什么？你说周从入职了钟情名下的公司，在里面当经理？不错，而且周从现在似乎没人为难了，做生意很顺利。早上刚帮钟家公司谈了一笔收购大合同，收购的是一家濒临破产的鞋厂。叶乔乔挂了电话后，直接去办公区找父亲。他到的时候，叶军长在忙，秘书就让他等了一会儿。爸爸，乔乔，你怎么来了？钟家跟周从联合了。钟家？哪个钟家？你是说老钟？不可能，老钟是跟我一起上过战场的战友。爸爸，我不会骗你，你可以去调查调查。也许钟副军长不满意自己现在的官位很久了。人心易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跟周从闹得那么凶，结果转眼钟情就把周从搞进他公司当经理。钟情做的事，钟家人能不知道吗？何况……放肆！爸爸，你别气坏自己了。能知道有谁讨厌你，想要对付你，这是好事。乔乔，爸爸心里有数了，老钟的事爸爸去解决，他还没本事能把我拉下台。至于钟情呢，你不用委屈自己，反正都是小辈之间的事，谁吃亏也全凭本事。谢谢爸爸。从办公室里出来，看着明亮的天空，叶乔乔都觉得心情跟这天气一样好。送我去公司找小舅。叶乔乔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还没有走到顾家公司，反倒在路过南街周从以前的铺子的时候，看见铺子竟然又开门了。小姐，需要去看看吗？去看看。刚走过去，就看见铺子里正在帮忙摆货的江瑶和江母。叶乔乔，让你失望了，我们现在店铺又开业了，你高兴就好。我知道你肯定又想截断我们的货源，不过你放心，现在这次我们铺子里的货已经有库房了，不信你去看。行啊，我去看看。你跟我来吧，我们可是专门在后面租的屋子来放，这次我们什么手续都齐全，绝不会再让你找到机会举报检查。叶乔乔没发现不对，抬脚走了进去。你要把我抓哪里去？叶乔乔，你说什么啊？我也跟你一样被抓了，我怎么可能害你？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也才醒来一会儿，我们被装在一辆车上，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叶乔乔，你快想办法，我不想被卖。被卖？你怎么知道是被卖，而不是被绑架？如果是绑架就好了，周大哥一定愿意花钱救我们。但我之前迷迷糊糊听见抓我们的人说卖多少钱，呜，我不想被卖。闭嘴！你们放了我，我未婚夫很有钱，你们让我未婚夫来救我，他肯定会给你们很多钱。你说很多钱就很多钱？当然是真的，不仅我，还有叶乔乔，他家也很有钱，他家肯定也愿意拿钱出来赎人。关好些，别让人跑了。大哥，知道，你放心就是。这两个女人长得好，肯定能卖上好价钱。可是他们不是说愿意让家人给赎金吗？肯定比我们卖了假钱高吧？你说屁呢？他们家再有钱，那我们能有命去拿吗？只要把人卖了，妥妥的赚钱，还不用冒险。叶乔乔，你在做什么？我在你们的仓库被抓，早就有人埋伏在里面，就算我回不去，你们家也洗不清干系，你妈甚至是周从都逃脱不了。你确定不想法子把我救出去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是无辜的。如果我能离开，我肯定救你，你别怕，我妈肯定会去找周从的，周从还可以找钟小姐帮忙，他们肯定能把我救下来。刘局长，查最近离开的火车，对比路面上留下的车印，一定要把乔乔找回来。是，军长。叶军长丝毫没有放心，他气得眼睛都红了。想了想，又一通电话联系上了吴中将，他知道最近特战部队就是在解决人口买卖以及走私的案子。吴中将一听叶乔乔出事了，挂了电话后想了想，把傅觉川喊了过来。觉川，叶乔乔同志出事被拐卖，现在你立即带着一个小队围绕怀城周边进行侦查围剿。我知道你是他的未婚夫，肯定会着急，才把这个案子派给你。希望你能在救出人质的同时，把背后藏着的这条线抓出来。如果你这个案子完成的不好，那我就要考虑你适不适合进特战部队了。是。周从，你给我出来！你敢纵容江瑶害乔乔？顾锦，我没有害乔乔，江瑶也是跟着一起抓走的。我现在也着急，你来打我，还不如安排人去救人。我救人也不耽误能打你，你等着，乔乔要是出事，我一定要你的小命。叶乔乔竟然被拐卖了，啧，真倒霉啊！要真出事了，那就有意思了。我会把他们两人都救回来的，麻烦钟小姐借我一辆车。行啊，我借给你。不过若是叶乔乔真出事了，我可不会保你。
不用给他们水和食物，饿几天才不敢跑。你们是怎么被抓的？逛街出门的时候就被捂住嘴拖走了，谁能救救我们？别哭，引来了人贩子就不好了。他们说要把我们卖到山里去，要进山只能通过大型货车，在市区甚至是省交界处肯定会被查，除非他们走小路，那我们人很多，就只能换牛车之类的。不过那也意味着我们有离开的机会。别急，先养足精神，不然跑都跑不动。乔乔，你要偷跑，不然呢？等着被卖。我们这么饿，怎么跑得掉？还是等周大哥来救我们吧。你那么自信，周从能找到我们？我相信周大哥，如果周大哥不能救我，谁能救我？我只是身弱的女人，跑不过也打不过那些人贩子的。呜呜呜！老刘，你先选一个，松快松快。这个妞真好看啊，哈斯。这个妞不行，都还没破身，能卖好价钱。这不是有2个妞吗？只卖1个不行吗？那就这个吧。一会儿我们冲出去，大家一起合伙攻击他们的弱点，我们才能自救。来人了，是谁？竟然是要找我们熟人？乔乔，是我。别看外面快来人了。哦，傅大哥，我有点渴。抱歉，我刚刚换装，没带水壶。没关系，能逃出去我就很感激了。别怕，我们就是为了保护人质才藏进来的。过去蹲下。乔乔，瑶瑶，周大哥，我就知道你能来，只有你能救我了。周先生，你只能带走1个人，我们看在你出的钱份上，才给你带1个人走的机会，不然你也别想走。我有2个人，你让我带走2个，不行，只能带走1个。再争执下去，我1个人也不会让你带走。周大哥，乔乔，你怎么样？瑶瑶的情况不太好，我刚来的时候，她差点受伤了。然后呢？你不是很有钱吗？怎么只带够就1个人的？我们2个都在，你不知道？哟，小姑娘说话还挺不客气的，你把袁姐得罪了，她可不一定会选你。这有什么好客气的？反正以前周从都是选的江瑶，现在这么要命的时刻，他不选江瑶，以后他就失去了心上人的心了。乔乔，瑶瑶，无论你们谁，我都不会抛弃。周大哥，我相信你。乔乔他向来不相信我们的真心，可是如果真的有机会，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2全的。哦，怎么2全？先把我救出去，然后再救你。乔乔，我跟周大哥当然愿意救你，但我刚刚差点就被欺负了，你还很安全，为什么不能让我呢？若是我被折辱，还不如嘎了算了。乔乔，我知道你身上有钱，这样吧，我们凑一凑，把2个都救出去。乔乔，你就不能不跟我抢周大哥吗？他是我的未婚夫，不是你的，他救我才是应该的，你就不能让你的未婚夫来救你吗？还是说你果真是为了跟周大哥置气才找的其他男人？不过就算你真是这样也没用的，周大哥爱的是我。你白日梦没睡醒吗？我是觉得你们2个贱人勾搭到了一起才厌恶的好吧？何况我自救，什么叫抢周从？你让周大哥救你，不就是抢他？一旦周大哥真的救了你，我很有可能失去清白，你知不知道？我要是失去清白了，周大哥肯定就不会要我了。乔乔，你怎么能对我这么残忍？我留下来丢的可是一辈子的性命，你不过失去了爱情，有什么好哭的？乔乔，你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的？你也未必会嘎，但我没了清白，我也就不活了。哦，那你赶紧去嘎吧。好，我嘎。乔乔，你要逼嘎我啊？叶乔乔，你不是要嘎吗？那你去嘎啊！你自瞎嘎了，我可不会背责任。你要是没嘎，我才瞧不起你。你放开，我不嘎，我不想嘎。周大哥，救命啊！怎么回事啊？许允许你们打起来了？大哥，别生气，和气生财。怎么样？你们商议好没有？我想早点回去。周从，你会救我，对吧？你为什么要打瑶瑶？乔乔，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别说废话，你救我还是救江瑶？我跟江瑶势不两立，只要你选我，我可以考虑以后都帮你。乔乔，我把你当妹妹看待，瑶瑶是我的心上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行，我知道了，我自己有男人，不会跟江瑶抢你的爱情，我只想活命，所以我会救。周大哥，乔乔，你先跟我走。瑶瑶，你等我回来救你。乔乔，你现在赶紧跟我走。周大哥，剩下的1半我让人放在了一处，你们自己去取。我走了，绝不会暴露你们的地方。没关系，就算你举报也无所谓。周先生，你给的这笔钱可是比里面所有的女人都值钱，就叫这个窝点又如何？你怎么找到我们的？是钟情帮的忙，钟情这次出了不少的力。乔乔，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更多人脉才能解决问题，不然这次出事，光凭我自己，我无法找到你们。哦，你是想说自己跟钟情勾结，就是自我牺牲？乔乔，我不在意你的看法，只要能把你救出来就行。之前你生气我选了江瑶没选你，这次我选了你没选江瑶，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有分量的。我也没让你选我。算了，乔乔，我先送你回去。我知道你这2日受惊了，把你救出来了，我还需要凑钱去救瑶瑶。如果是之前，我还有些怀疑这次的绑架，如今我更肯定跟周从有关系。他分明就是故意想救下自己，哄骗自己，甚至是因此让父亲放过他。我可比周从更了解江瑶，若是真被放弃，江瑶绝不可能束手就擒。周从救的你，乔乔，你没事吧？我怀疑这次卖拐肯定和周从江瑶有关系。周从来的太凑巧了，江瑶刚要被嘎达，他就出现了。我已经把江母控制起来了，在安排人审问，不过他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说。小舅，你别用私刑，等一会儿交给傅大哥。
绝川怎么样了？已经审问出结果了，是江母想要让人把乔乔拐了，江瑶是意外被跟着一起被抓。竟然是他？那周从呢？周从只配合询问了一下，他的行为只能说是法律上不赞同，但并没有触犯律法，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跟那群人贩子有关系。他只是运气好找到了乔乔他们，并且愿意给大价钱赎人。傅大哥，那江伯母能不能被判罪？他这是明摆住的害人。会被判刑，已经移交给警局。这次被抓的人贩子很多，都会被判刑，结果应该会在月底下来。这次上面很重视，按照相关的刑法，这次江母会被判处5年以下3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得好，乔乔，这就叫害过你的人都恶有恶报。我就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能教出江瑶那样的女儿，她能是个什么好的？这次能被判刑是好事，应该能给他们个教训了。这次周从无法再用钱把人赎回来了吧？不会，周从之前能赎回江瑶，是因为他没有造成实质损害，但这次不一样，江母是联系人，主导着陷害了乔乔，你被抓走，已经对你的安危造成伤害，无法用钱减免刑罚。那就好。傅大哥，你吃完饭了吗？还没呢，我去给你煮一碗面。还是绝川靠谱，不仅自己有本事，对乔乔也上心。我听乔乔说周从救了他，倒是有些担心乔乔对周从改变态度了。不过现在看来，周从做的都是无用功，就怕傅绝川在意。谢谢你来救我，乔乔，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防身的武器，就在我刚刚提着的箱子里，你记得以后随身携带。有没有吓着？有点，不过当你突然出现在我身后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乖。傅大哥，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上。我答应了的，会保护好你。温馨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傅绝川亲自吃掉了这碗两人合作煮好的臊子面。傅绝川身边的对讲机发出滴滴2声，他放下筷子的同时，人也站了起来。你要走了？我的任务比较要紧，这次救你也完成得很好，上面会给奖励，所以多谢乔乔你给我的好运。真好。那我先走了，下次见。好，下次见。乔乔，我目前会围绕怀城附近几个省份做任务，我们离得不算远，比之前预料的好多了。你无论出了什么事，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哪怕我无法亲自来帮你，也可以喊人，请慢慢相信我。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应该比家人更亲近，不必有心理负担。这个习惯，乔乔你可以慢慢来。这里面是什么？是麻醉针，还有警示手环，都是好东西，不错。本来我还在找有用的防身器物，没想到绝川更快。这怕是绝川自己的武器分量，他心里是真惦记乔乔呢。爸爸，周从和钟情这次明面上也算是帮忙救了我的，我们要怎么做？我没计较江瑶母亲害了乔乔，你都算好的。周从那边什么都不需要做，江瑶母亲我也不会饶恕。至于钟情，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我这边给钟情送点谢礼。爸爸，我去吧，在军区里也不怕钟情对我做什么。行。叶乔乔休养了2天，他才提着礼物去了钟家。钟家只有钟夫人跟钟情在家，其他人都有职务在身，在上班。乔乔来啦，快进来坐。钟伯母，这次多谢你喊钟情帮忙，我才能及时被救回来。你应该谢我，是我帮忙，不是我妈喊的。那我可不敢。这有什么不敢的？谁让你帮周从不帮我呢？小晴，你跟乔乔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年岁你又比他长2岁，应该像照顾妹妹一样照顾乔乔。周从虽然能帮你管理公司，但你也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跟乔乔生分。乔乔啊，以后阿晴要是哪里惹你生气，你跟伯母说，我帮你收拾她。谢谢伯母。你们好好的，我就放心了。乔乔啊，你不用亲自来道谢，一会儿让阿晴在家里陪你，我还要去文工团一趟，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留在家里吃饭啊。这次我救了你，你是不是应该把照片还给我了？反正你也不喜欢周从，我就算是跟他有点什么，你介意那么多做什么？难不成你还喜欢他？哦，我就没受过这气，你还帮他，我能不生气吗？你这气性也太大了。我听说周从先救的你，没有救江瑶，你为什么还生气？是江瑶的母亲把我害得差点被拐卖，她选我不是应该的吗？可是她当时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她知不知道？那你要我们怎么做才把照片还来？简单啊，等我消气，至于什么时候我气消了，我就什么时候还给你们。行了，我也按照我爸爸说的话过来道谢了，我走了。你也太废物了，都救了叶乔乔，他竟然没有感动，还觉得你就应该救他。现在他就是不乐意把照片还回来，你赶紧想办法解决，我最多给你半个月时间，要是处理不好，你也不用继续留在公司了。叶乔乔跟着学校的同学一起出门去郊外写生，在下山的路上，谢松上前来给他送了一封信。这好像是首都送来的信。他打开看了看，发现是傅绝川的后妈给他的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说的是他按照副首长的要求给他准备的聘礼已经给他寄过来了，因为准备的时间长，过来时应该会晚1个月到半个月左右。乔乔，你在看什么啊？哦，看我未来婆婆给我的信呢。哎，乔乔，我们还没见过你的对象呢。乔乔，有没有照片啊？给我们看看呗。乔乔，你这么漂亮，肯定能找个很优秀的对象。乔乔，你可别藏着捏着。对啊，你不给我们瞅瞅，以后遇见了都不认识。哇，乔乔，这个是你对象，好帅啊！果然是当兵的，这身材，这样貌。乔乔，你必须得给我们也介绍点兵哥哥。没错没错，好啊，只要你们乐意。等什么时候连队里放假了，我就给你们介绍。那说好啦。乔乔，那不是周从吗？
巧巧，我来找你是有要紧的事。江伯母跟江瑶想要赎罪，江伯母已经被关押判刑，我跟江瑶都不会要求你出具谅解书把她放出来，只想告诉你，当时江伯母生出那心思是被人挑拨的。谁挑拨的她？是陶红。既然她害了我，你可以直接把她送到警局去。巧巧，我不会害你的，害了你我也跑不掉。陶红被我骗到了我另外一个房子里，你跟我去，可以亲自审问她。难不成巧巧你不敢？你的保镖都可以一起。我要让你相信，我对你真的没有坏心。行啊，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证明。也许你把我哄开心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我在前面带路。小姐，周从似乎总想接近你，他的目的不纯，你不要相信他。我已经用对讲机联系了其他的队友了，等会儿他们都会隐藏在周家外面，我是必须跟住你的。辛苦了。至于他为什么非要找我，因为我手上有他跟钟情的把柄，这才想一直讨好我，让我把东西还给他们。巧巧，进来吧。周先生，我等你很久了，你终于回来了。不知道我们之前谈的生意，先喝茶，我们慢慢说。这位女同志是？你不认识我？我该认识你吗？周从，你骗我过来。巧巧，没办法，我正常请你过来，你根本不会来。陶老板，我家还有事，麻烦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我这就回去。周从，你想做什么？巧巧，你把照片还给我，以后不再把针对我，我就放你离开，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也给你拍照片了。你敢？我为什么不敢？是你一直非要针对我，别怪我。照片我没带。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一通电话，你让人帮忙送到军区外的我的人手上就行。我只给你3分钟时间。等到还剩下1分钟时，他才打了电话出去，让人把照片送来。他话刚说完，电话线就被周从剪断了。哼，你也是生怕我爸爸知道消息，收拾你吧。巧巧，辛苦你先去楼上房间待着，等我这边的人把照片收到，你又把以后不再对付我的保证书写好了，我就放你离开。至于你的保镖，就留在楼下。巧巧，走吧。我去就回。叶巧巧进了楼上的房间，刚走进去，房门就被关上了。在里面唯一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本子跟一支钢笔，显然早就准备好了。隔壁书房里，周从接到钟情的电话，我马上就能把照片要回来，你不用着急，我知道怎么做事。真以为跟我睡了一晚上就能拿捏我了？我做了那么多生意，也不见你做到当初承诺的。真以为我被叶家逼的只能给你钟家当牛做马不成？哼，你敢放我进自己公司，就要做好被我抓住把柄的心理准备。这边叶巧巧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周从离开，她迅速翻进书房，打开保险箱，第一时间把里面的一叠厚厚的文件以及各种照片拿了出来。这些是钟氏公司不好的证据，这些都是铁证，关键里面主谋就是钟情。叶巧巧没想到自己想对付钟情的证据来得这么快，她毫不犹豫就拿走了。她抱着资料就从书房窗户翻出去。我在周家后院，快开车来接我。是，小姐。大约15分钟后，周从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打开房门，看见里面空空如也的房间。难怪，我就说老钟怎么会起对付我的心思，我们可是交过后辈的老战友，竟然是被小辈蒙骗利用了，这钟情的胆子也太大了。不行，我不能让老钟莫名其妙助纣为虐。爸爸，我准备也给傅大哥一份资料，你们2个看看合作一下。我这些证据是从周从的保险箱里拿到的，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拿走了。傅大哥，怎么了？有人跟踪你，要么是周从的人，要么是钟家的人。别怕，我带你甩开他们。跑了10几分钟，叶巧巧有点喘息，傅觉川反手就把他抱起走，直接闪身躲进了一个敌厅里面。不远处有几个青年跟着跑了进去。找到人了吗？没有，真是的，这么多人，哪里能找到一个女同志？别埋怨了，继续找。巧巧，坐我腿上，背对着他们。叶巧巧十分配合，分开腿，机身坐在他腿上。巧巧，他们还在找，多次看我们，不然我让别的战友先带你出去。他们这些虽然是普通人，但我不放心你。不用，没必要折腾来折腾去的，让他们忽略我们就好了。巧巧，你在做什么？亲吻。亲谁？亲你。我的名字叫什么？傅觉川。你在亲谁？亲傅觉川。真怪。现在我来教巧巧怎么接吻，可以吗？傅大哥，人走了吗？快了，别担心，巧巧的方法很棒，他们没有怀疑。我想给你的证据是钟氏集团不好的证据。这次的案子里面涉及到了钟家，我也已经跟爸爸说了，不确定钟家什么时候得到消息会摧毁证据。巧巧，你怎么得到这些证据的？叶巧巧也没多想，就把他去周从家的事说了。巧巧，你胆子也太大了。我心里有数，周从的性子我私下了解了很多，他虽然爱钱，也更爱命，更何况他不敢真的伤害我的性命。不过钟家很可能针对我。一会儿我把你送回去，最近这段时间在案子定下来之前先别出门。我还要上学。那就尽量不要出学校，保镖会在各处保护你。
叶乔乔在学校里跟父亲打了个电话，表示最近他就住校了。可以，绝川也联系我了，等我们的消息。知道了，爸爸。看，这都是你家的保镖过来铺的床，什么都齐全了，被子也暖和。你之前还说不住校，现在总乐意了吧？正好我单独住一个寝室，能让你进来，不然你条件这么好，我怕其他同学看到都忍不住嫉妒。这些都是我未婚夫给准备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好。乔乔，羡慕死你了，哪里来的这么贴心的对象啊？我都没有。我爸还带我参加了不少的宴会，认识了不少的男同志，可惜很多下海经商的男同志都没有高学历。婉婉也能理解，能读上大学的都会分配铁饭碗，下海需要搏一搏。如果你想找个商人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那种从军中退伍，被安排到地方上当厂长的青年才俊。乔乔，你先休息吧，你请了假，可以明天再去上课。谢松，是不是爸爸那边有消息了？小姐，确实有消息了，钟氏公司被封了，钟情被判刑，钟家老爷子也被连累，如今需要判什么，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真的，钟家真的直接被钟情连累倒下了，倒在了还没开始发展的初期，也怪上辈子她嫁给周从后养虎为患，才会出现爸爸出事的结果。果然，这个渣渣从一开始就对付，就不应该有好下场。钟情公司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抓到了？也不算容易，钟情根本不知道被抓到了证据，侦查局上门的时候还一脸懵逼，等人被抓进去才反应过来，但也没时间去销毁证据了。毕竟钟情公司也并不是每一个员工都知道公司私底下在做什么事，就算知道的，也没有那魄力去做什么。看来不仅是我们运气好，周从也没他把证据丢失的消息告诉钟情。谢松，你让人去调查一下周从最近在做什么。是。周从，你也听见了，钟情出事了，这怀城以后就是顾家的天下了，顾家不可能给你好态度，甚至我跟你妈的生意都做不动了。早知当初你就不应该悔婚，选叶乔乔不好吗？爸，现在已经不是我选不选叶乔乔的事了，叶乔乔对我只有敌意没有好感，讨好她还不如讨好其他人。那现在我们怎么办？钟情都被叶家铲除了，我们家怎么可能继续在怀城混？我们全家都离开怀城，南下海做生意，那边叶家伸不过去手。行吧，这几日先把家里的财产都处理一下，只带现金南下，到了那边需要不少钱开的。好在周从你以前也去过，有点人脉，还算了解，我们也不是胡乱撞头。周大哥，那我妈怎么办？离开前你去走点关系，让人在里面多照顾伯母，其他的我也帮不了。周大哥，我没想到自己会给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对不起你们。现在这些事也发生了，你以后安心跟我过日子就行了。周从要去南方，可惜啊，周从没有做不好的事，不然就能跟着一起被收拾。我会一直安排人盯着周从的，一旦他犯错，我就能抓住他。不过怕就怕他踩着底线赚大钱，日子过得潇洒。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周从有那能力？但凡他人品好点，说实话，我都欣赏他。那什么，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对手，但对他没有好感。小舅，对方是我们的敌人，他强了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乔乔，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们也不好对他用什么手段，毕竟那么多人盯着你爸爸跟我呢，所以目前只能让他离开。不过乔乔，你放心，小舅的生意只要越做越大，他就无力动摇，也没胆子敢欺负你。他也许能再一次爬上来，可那时候的小舅难道就站在原地什么都不做了吗？这种事慢慢来。对，就这么想就对了。这段时间钟情的审判还没下来，你也暂时别出远门，免得钟情认识的那些社会上的混混小弟狗急跳起。巧巧，听说你最近开公司了，会不会很累？不累的，爸爸。那行吧，你多注意休息，你还年轻呢。虽然爸爸希望你轻轻松松当一个画家，但是如果你觉得经商更开心，爸爸也支持你。谢谢爸爸。我们父女不说见外的话，巧巧，这次钟情的案子是我跟绝川所在的部队一起处理的，大多数的罪证都是绝川挖出来的。老钟光明磊落一辈子，到头倒是被一个小辈坑惨了，难免心灰意冷，以后结果怕是不好。毕竟失去了精气神，他对绝川倒是欣赏，但跟钟情从商的小辈就恨透了他。我现在都高兴，他是去了特战部队，没有留在普通部队。如今绝川最近几年怕是只能待在特战部队了。爸爸还不知道傅绝川的真实身份，别说这次他只是正常完成任务，钟情只是刚好撞上来了，就说他以后要肃清的事多着呢。这次钟情的事对他影响不大。爸爸，在我们军区发生的这个案子会上报给上面吗？要上报也不是现在，要配合特战部队那边，这就是里面的机密了。巧巧你也不能打听。小姐，军邮那边有你的寄件到了，那边的战友说东西有点多，要去领吗？先领吧。叶同志，东西有些多，我们帮你送过去。能有多少东西？都是些什么？叶同志，这里是单子，我们一样样的给你收货。黄梨木双人床、雕花衣柜、四方木餐桌等等，光这些大件就足够占据半个货车还不够。后面什么零碎的家具、生活用品，都是看起来面积大，实则并不值钱。要知道，这时候寄物件很难怪首都这些东西寄了足足2个月，也难怪军邮的战士
着急让自己把东西拿走，这些东西太占地方了，叶家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啊，反倒衬托的我有奢侈作风。叶同志，以后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省城里买，还方便些。这是傅觉川的后妈王瑜给我摆了一道，我就说之前接到首都来信，说什么补一份聘礼，这种好事副首长来做有可能，王瑜绝对不可能。这位在前世就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对傅觉川可丝毫不见手软，也是因为他导致了前世傅觉川亲情缘淡薄。真是难为他了，抱歉，我也是收到才知道是这些东西。送礼的是首都的一位亲戚，也许是觉得我家比较节俭，才想着送这些东西，耽误运输资源了。对方年纪大，不懂这些，很难说服。你们这边帮我直接跟首都的军友所说一声，以后对方寄东西，若是大件，直接拒收。叶乔乔让谢松帮忙把这些东西搬到他家去，他则打开信再看，其实除了这些大件，还有很多。叶乔乔光看礼单，确实价值不菲，但遭遇了刚刚收获一事，他心里已经明白，事情不止如此。等他去了首都，王瑜绝对会为难他。我已经不是上辈子的我了，这都打我脸上了，我自然不会客气。傅伯父，你好，我是叶乔乔，我已经收到您准备的聘礼，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照顾和重视。哪里都是应该的，可惜觉川那小子也不知道先把你带回来，等以后我跟老爷聊聊你们结婚的日子。傅伯父，其实我父亲还不知道傅大哥是您的儿子。老爷不知道。没错，所以我父亲看中的其实是傅大哥这个人，所以您寄的这些大件可真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解释的好。正好我父亲还没跟您谈过，不然晚上我让父亲给您去一通电话。什么大件？我给你准备的聘礼应该没有觉川那臭小子准备的多，就是床、衣柜、桌子那些太多了，我去军邮所取的时候还吓了一跳，实在受之有愧。什么床、桌子、板凳这些东西用军用货车寄到怀城军区的？傅伯父，这怎么了吗？虽然我是觉得有些多，但到底是你跟伯母的心意，我就收下了。但想送回给您，却是有些麻烦，实在是运输不便。这样吧，等到了首都，我拜访您时再换成贵重的礼物就好。你这孩子哪里需要你还？本来这些桌子都是要放在首都你跟觉川的新房里的，肯定是寄东西的时候搞错了，给你带来不便了。傅伯父，还有一件事我忘记跟你说了，我也不知道傅大哥什么时候才能回首都，加上他任务忙，您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都可以联系我。他能有什么好忙的？他不是最近没什么任务吗？傅大哥进入特战部队做任务去了，很忙也很危险，我跟父亲除了要紧事都不会联系他，怕影响到傅大哥的安危。什么？他进特战部队了？什么时候的事？他答应我要回首都的。伯父，你不知道吗？傅大哥是觉得自己不做出成绩，无脸回去见你。他这样太危险了，对乔乔你也不好，万一出事，我都愧对你父亲。伯父，无论傅大哥做什么，我都支持他。我知道你心里也是关心他的，只是傅大哥太闷，不会跟你交流。以后我会帮你劝说傅大哥。真的？当然，我不会骗您。周家已经变卖家产，凑够了一笔钱，准备出发前往南方绅士。周从离开前，带着江瑶去监狱里见了江母，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叶乔乔。叶乔乔是知道今天两人会来，所以他才专门来看江母的下场的。妈，你怎么这样了？瑶瑶，女婿，牢房里太可怕了，里面的人要打人，狱卒也不管。叶乔乔，是不是你？是你专门买通别人欺负我妈？江瑶，诽谤罪也是罪，你没有证据就胡说八道，不怕又被处罚款吗？妈，你受苦了。乔乔，你原谅我吧，让我安心在牢房里赎罪，求求你不要让他们打我了。江伯母，抱歉呢，是你自己长了一张挨打的脸，才会让里面那些罪犯不爽。你求我一个仇人饶了你，你觉得可能吗？女婿，你帮我，乔乔他太过分了。妈，我们已经出钱让人照顾你了，你好好在里面待满3年，我们以后会回来接你。神，什么意思？回来？你们要去哪里？妈，乔乔把我们赶出了怀城，我们只能去南方，你等我们回来。你们要丢下我离开了？不，你们不能留下我一个人。妈，我也想带你走，但乔乔他不允许，我们也没办法。叶乔乔眯了眯眼，不再看3人的悲情戏，转身离开了监狱。快来人，出事了！你笑什么？到了现在还敢笑？信不信我弄打你？我们无仇无怨，你家多管闲事。老头子现在主动检举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小辈，一点不懂变通，你让我日子难过，别怪我找你下手。钟二哥，你为难我做什么？你和钟情家的事又不是我逼的，就算这次逃脱了，以后一样会出事。呵，天真，谁要你多管闲事的，那也就别怪我心狠了，把他带走。叶乔乔被辗转偷运了约莫半个月，他感觉到空气里的湿气越来越重，船运的时间更长，他心里一个咯噔，钟海这到底是要把他送到哪里去？他心里冒出无数次猜测。这天船停了下来，钟海站在他面前，脸上是得意的笑容。真想把你现在的样子发给你爸看一下，他自从知道你失踪后就暴怒，各处找关系想找到你，听说还因此影响到了政务，被上面警告。你以为你爸在军中就多厉害了吗？等到了地方我就联系你爸，让他辞官救你，不然就嘎了你。你说他是会答应救你，还是重新结婚再生一个孩子呢？我爸爸会救我的。要不是看在你在叶军长心里分量不低，我早就把你
你解决了。叶军长越在意你越好啊，这样他才能痛苦，不是？整个船舱是密闭的，钟海在这待了半天，就坚持不下去了，换了一个人过来守着叶乔乔。叶乔乔啃了饼子，稍微恢复了点力气，闭眼睡了4个小时，梦里全是自己颠沛流离，没有被找到的担忧，要么就是上辈子全家惨嘎的记忆。他即使睡着也眉头紧锁，直到被一道声音吓醒，他猛地睁开眼，就看见船舱门被打开，又有客人走了进来。真的？怎么还上人？正常的啦，3个月才一趟呢，能坐上就不错了。哎，遭罪。喂，到底什么时候到？快了，再查，等几个小时。船都停了2个钟头了，兄弟，你们谁有熟人啊？去问问。你这人说话就说话，把我媳妇儿挤哪里去了？兄弟，我这不是没看见吗？这船舱里这么多女人，我还能抢你媳妇不成？等着呗，我家老大都没说话，我不知道情况，反正总归是能到港城的，急什么？钟家并不知道钟文跟傅觉川的关系，所以钟海逃跑时才会想着带上叶乔乔一起，顺便以此用来威胁叶军长。其实钟海的想法没错，可惜他遇见的是傅觉川，半天时间过去，他基本上都是睡过去的，以至于钟海想安排人过来继续给他喂药，看见他这模样就放弃了。我这媳妇儿真是的，身子若晕船，喂点药指望能好点，没想到根本撑不住，等到了港城怎么当佣人干活？傅觉川脸色更黑了，他看着钟海的表情跟看着嘎人一样。钟海感觉到脊背发凉，下意识回头，却没发现哪里不对，他皱了皱眉，收回视线，有些紧张的看着手表，从内地到港城需要转几次。这个期间叶乔乔很配合，全程伪装成身弱半昏迷状态。钟海也没有怀疑，因为叶乔乔确实因为经历了半个月长期备饿，他开始发起低烧。傅大哥，这样才能瞒住钟海，我只是低烧，问题不大。哼，到了港城就自由了，不愧我能找人想办法弄到临时身份证跟船票。叶乔乔跟着下了船，因为人多拥挤，当他发现四周突然有人撒钱开始暴乱，就知道是傅觉川动手了。下一秒，叶乔乔被人拉着快速远离钟海，钟海回头怎么都看不见叶乔乔，他气得脸都绿了。都让开，我的人不见了，滚啊！傅大哥，我没事。乔乔，是我没保护好你。如果不是你，我肯定要到了港城才能想办法逃脱。但是我看见刚刚有人接应钟海，港城又混乱，我未必能轻易逃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是我非要对付钟家。乔乔，我都不敢想你出事了我会变成什么样。估计你会变得非常冷酷上进，然后变得超厉害的。我现在太弱了，才护不住你。傅大哥，你竟然还不自信？要是没有你，我都要死好多回了，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先打个电话回去，伯父肯定担心了。我这次是跟着追踪过来的，伯父在国内开了各项红灯，我这边必须把藏在钟家背后的另外几条线抓住，才算不愧对他的帮忙。爸爸，乔乔，你在哪里？你有没有事？别害怕。爸爸，傅大哥在船上就找到我了。我们现在在港城，刚到新界，刚脱离钟海的掌控。傅大哥就在我身边，你别担心。乔乔别怕，爸爸这就安排人去接你回来。爸爸，你先跟傅大哥说，你别担心我。叶乔乔把电话给了傅觉川，傅觉川快速接过电话，跟叶军长说了一些暗号，针对的是任务，他没有多说。最后叶军长就说直接安排6个保镖去港城保护叶乔乔，也会有人在身世接他。傅觉川没有拒绝，并且给了地址跟联系方式。我们现在先离开。叶乔乔点头答应下来。傅觉川离开前打了一通电话出去，叶乔乔看见他的神色莫名，只能听到话筒里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挂断后，乔乔，一会儿我送你去旺角见我舅舅，不过我们明面上是去拜访他的。我明白，傅大哥，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联系钟先生的，对吗？乔乔，不用乱想，我只是觉得离得远，没必要麻烦见面。何况我的工作性质决定跟小舅来往太密切，并不是什么好事。我跟小舅没有什么矛盾。我会照顾好自己，在你完成任务之前，等到爸爸派来的人接应，我不会拖累你。没有拖累，若不是有乔乔，我也没有那么快找到线索。如今的进展比领导预料的要早1-2年。那就好。觉川，侄媳妇，走吧，先上去。这里平时没怎么住过，用来招待你们不合适，但我想早点见到你们，就自作主张把位置定在这边。您不用客气，多谢钟先生招待。也不知道你们喝不喝的灌咖啡，就用茶招待了。我可以叫你乔乔吗？你跟觉川什么时候结婚的？我准备了贺礼都没送出去。我跟傅大哥订婚了，还没有结婚。7、8月结婚，您在港城不方便来内地，礼物就不用了。我就不送礼物了，怕部队里怪罪你受贿。但乔乔却是我钟文的侄媳妇，你确定要让外人觉得我钟文不接受乔乔当我侄媳妇？钟舅舅，你别欺负傅大哥，他有原则，我都支持傅大哥。反正在内地，只要您去一趟，我肯定招待您，外人就不会误解。乔乔，你跟舅舅正常来往即可，不用在意我。觉川，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乔乔怎么这么瘦？一会儿跟舅舅一起去餐厅吃晚饭，你想吃什么晚餐？西式的还是中式茶餐厅？我听傅大哥的。小舅，这几日麻烦你照顾一下乔乔，我是紧急送乔乔来港城旅游，等半个月后休假了再过来接乔乔。这么急？等休假了，我看有时间再跟乔乔一起陪您用饭。你果然还是这有原则的性子。那行吧，我安排人送你回去。不用，傅大哥，你带着能有用。我还有卡，战友身上也带了的。我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回内地。好。你跟觉川感情很好啊。傅大哥很好，钟舅舅你应该也明白。哈，你说这话我可不敢反驳，不然觉川那小子听见了保准又生气。傅大哥脾气很好的。那是对你。换成我们这些长辈，他从小就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怪他妈走得太早，他爸又不靠谱。觉川从小就老成持重，等我们跟他接触时，他已经有自己的生活，独立自主，但也冷情。但我看他对你很在意，多谢你乔乔，多谢你愿意陪着他。小舅，也许是因为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傅大哥又不是喜欢给人添麻烦的性子，才会如此。他
他其实对你们没有意见。你说的没错，不过跟那小子来往，还不如跟乔乔你来往。你好他就好，我也就放心了。我看你怎么这般瘦弱，是病了吗？我先叫家庭医生来给你看看。那就麻烦钟小舅。明天我安排人带你在这边逛逛，等逛完了旺角，我再带你回港岛区去。我的儿女们都在那边，还有你舅母，其实也想见见你跟绝川，但我想着并未告知你们，便等着再安排正式见面。那边有很多高档的商场、摩登大楼，你既然是旅游，都去看看，买一点纪念品。好，麻烦了。不麻烦。当晚，叶乔乔吃了晚饭，回到大平层休息一晚上，花了2天时间逛了逛旺角这边，并他在这边只给家人和自己买了点衣服等物。中文安排的人随时帮他带回家打包好，等他离开再一起带走。是乔乔吧？永泽、西域，快过来，这是你们的表弟媳，绝川的未婚妻乔乔。乔乔，你永华表哥不凑巧去国外出差去了，要是早知道你跟绝川能来，我都不让他出远门。舅母，您客气了，我跟傅大哥也是突然决定叨扰了。怎么会？钟永泽跟钟西域都盯着叶乔乔看了好几眼，对傅绝川这个表哥，他们非常期待见面。平时1年到头虽然有书信来往，但太敬佩对方，可惜表哥就是不来港城。如今看见表哥的未婚妻，两人恨不得拉着叶乔乔说话，可惜当着2个长辈的面，他们不敢，只能眼馋的看着。吃完午饭，钟文还有工作，先回公司了。黄如烟带着儿女亲自陪叶乔乔。叶乔乔余光突然看见外一个眼熟的人，赫然是钟海。钟海也看见了他，他眼神一凶，气势汹汹就要走过来，不过刚走了几步，他就停了下来，因为认出了叶乔乔身边站着的黄如烟。钟夫人你好，我是钟海，是钟伯父祖父辈3房钟民的小拜。你好。钟夫人，我想找个时间拜访钟伯父，不知道钟生的事，我怕是无能为力。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您去联系他。没想到黄如烟竟然这么不给面子，给个名片，谁没有啊？全港城能拿到中文名片的多的是，他根本就是忽悠自己。钟夫人，你也是我的堂婶，我得好心提醒一下，你身边站着的叶乔乔，也不知道怎么混到你身边的，他在内地早就是个烂。你敢打我？乔乔，这人你认识？认识。他爸是我爸的下属，但家里犯了事，做了人口买卖。我建议舅母你们不要跟他多来往。放心，老钟不认识他，也没有跟内地哪个钟家人亲密来往。钟海被赶出购物中心，他气得牙痒痒，根本没心思在意是不是有人盯着自己。他想了想，打了个电话出去。郑小姐，你不是说让我把叶乔乔送到你手上吗？我人倒是到港城了，你什么时候见我？你说叶乔乔在你手里？当然。呵呵，那我眼前看见的是鬼。舅母，不用了，已经很多了。别怕花钱，都是花的你小舅的，他钱多着呢，花不完，我们不花，他赚那么多钱做什么？你也算是花的你自家的钱。当初绝川的外公给他们家也有一份家业。舅母，我们现在先不聊这事。你说的对，那可是很多钱，这个表嫂还真是定力强。那我们先去吃晚饭。钟伯母，许久不见，你又漂亮了。阿诗，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也好招待你？富二爷可知道你来了？我是干爸喊我来的，让我过来见见乔乔堂嫂，顺便拜访伯母您。原来是奔着乔乔来的，我还以为专门看我呢。哪里，钟伯母，你这话就误会我了。我也很想念伯母的，每年来港城闲住，哪时候不打扰您？嫂子，郑诗是堂哥二叔的养女，她不是因为家境不好，相反，她亲生父母在国外也是做生意的，还做得很大。不过她不习惯国外的生活，加上傅二叔跟郑家父母关系好，才收养的她。那嫂子，你知道郑诗差点跟堂哥订婚吗？乔乔，我这么喊你行吗？我们看年纪似乎差不多，我比你小1岁，那我叫你乔乔妹妹，你直接叫我的名字就行。那好，乔乔，一会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吃饭，不会打扰吧？我正想跟你见一面呢，毕竟傅大哥说他挑选的结婚对象是一定要给我过目的。我想着你们还没结婚，只是订婚，帮傅大哥看看乔乔你合不合格，现在正合适。哦，傅大哥要找对象还会问别人意见，这跟我了解的傅大哥不一样啊。乔乔，你别误会，我跟傅大哥到底是一起长大的，你不了解他也不奇怪。不过我会告诉你傅大哥是什么样子的。哎呀，阿诗，你的好意乔乔心领了，我看他跟绝川感情好着呢，我们就不要多管闲事了，插手别人感情的事，万一一个没做对就要被埋冤。你呀还小不懂，走走走，我跟你说说，在这港城啊，富豪圈子里的八卦多的你都听不完。嫂子，我们去下面的茶楼吃吧，不跟我妈他们一起，长辈说话最烦了。没错，嫂子，你还没去电玩城玩过吧？我带你去看看。你们别紧张，郑诗的话我没放在心上，他如果真的有机会，也不会等到傅绝川选我的时候。没错，还是嫂子你聪明有见解。走吧，我陪你们去吃晚饭，吃了晚饭你们去玩，不用陪我，我在港城四处逛逛。谢谢嫂子，等绝川表哥来了，我再陪你们吃饭。傅大哥，你看我没说错吧？乔乔妹妹根本就不在意你跟谁说话，跟谁在一起，因为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其实我也要说句佩服，换成寻常女人，知道你家世这么好，怕是恨不得扒着你不放。但乔乔妹妹不一样，她家世在内地也不差，从小不缺吃穿教养长大的，在她心里，未来的丈夫她喜不喜欢才最重要。你也不是没看见，她为了跟周从斗气，吃了多少苦头，一个学艺术的都硬着头皮去经商了。她为什么经商不还就
就是因为周从是商人吗？还是有天赋的商人？闭嘴！我跟乔乔的事跟你没关系。傅大哥，我都是为了你好。其实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跟乔乔妹妹争抢你。俗话说，被抢的东西才珍贵。你就不想早日让乔乔妹妹意识到你对她来说很重要吗？我再说一遍，不准去找乔乔。如果我从她口中得知你欺负了她，别怪我不客气。傅大哥，你到底部队工作很忙，以后乔乔妹妹也是要去首都的，你确定不需要我照顾她？傅伯母对你什么态度，对她就是什么态度。那也跟你无关。既然你非要跟钟家人来往，那我也不阻止你，只是后果你要自己承担。乔乔，你在港城，你有什么事？你去见钟家人了？不错，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乔乔，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爸爸给你送那么多聘礼吗？你不知道你爸爸跟钟文关系不好吗？你是绝川的媳妇儿，那就是傅家的媳妇儿，哪里能跟钟家那么亲近？亲近就算了，你明知道你爸爸跟钟家老死不相往来，你还跟钟家来往，莫不是觉得钟家有钱，看不起我们，就偏向钟家了？伯母，你把电话给伯父，我跟他说话。乔乔，你现在是连我的电话都不想接了？你要不要看看自己说的什么话？有接线员的，可以知道你说了什么的。我身边也有人能听见，你别用这么低级的陷害，丢人。乔乔，你赶紧从港城回来。伯父，你误会了，我是来港城做生意的，顺便赚外汇，有利于国家发展。下次你有什么不舒服的，直接问我便是。我们的关系还需要见外。本来后妈跟绝川关系就不好，加上传话的人多了，话难免变味。我们直接沟通来往，也有利于家庭和谐。我不是怪伯父，我是觉得自己跟您关系已经不错了，才这般开口。如果伯父觉得我逾越了，就当我的话没说。我不是怪伯父，我是觉得自己跟您关系已经不错了，才这般开口。如果伯父觉得我逾越了，就当我的话没说。没有，我觉得你这建议很好。那什么，钟家？伯父，你也知道我怎么到港城的，人生地不熟，有个亲戚拜访也更方便一些。乔乔，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没有，伯父，傅大哥来得及时。这样吧，伯父，等我从港城回到内地，就去首都拜访你。真的吗？绝川回来吗？我尽量带他回来。明安，我可是绝川的妈，小时候怎么也是把他从3岁养着长大的。乔乔再怎么说也是我儿媳，有儿媳骂婆婆的吗？你自己说的话惹人生气，背对了，那不是应该的。怎么错的还成我了？明明是叶乔乔不尊重我。行了，你也别生气了，以后少联系乔乔和绝川，这下绝对气不到你。老头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少联系？难不成他已经放弃傅绝川了？能有这好事？叶乔乔可不知道王瑜的心思，这会儿他正在钟家招待上门的正师。乔乔妹妹，上次想跟你单独吃饭没吃成，这次可别拒绝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就直接说。我就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去首都，我们可以一起。还没定时间，如果我去了就通知你。也不是我为难乔乔妹妹你，而是我听傅伯父说，傅大哥迟早是要回首都的，他这么久不回首都了，人脉什么的总是难以维持，所以才想帮你们带路。哦，那多谢郑小姐带路了，你把我当带路人了，不然呢？你的面子还没这么大。我今天来是给你齐小姐生日宴会邀请函的，乔乔妹妹你应该会去的对吧？毕竟你总不想以后来到港城都用钟家的名义，那岂不是觉得你父亲的名字在港城会被人看不起？郑小姐在内地靠的不也是傅二叔的名义吗？怎么就可以允许你靠别人，不允许别人这么做了？双标！更何况小舅跟舅母都乐意我靠，你是羡慕吗？还是嫉妒？嫂子，阿诗姐姐，你们不要吵了，我爸爸都很欢迎嫂子的，大家都是亲戚。算了，我给西域妹妹面子，我可等着乔乔妹妹你来。嫂子，郑师向来爱面子，在港城和内地都有不少追随者，你可千万要小心啊！谢谢西域关心，其实我不准备去。乔乔不准备去哪里？正是刚刚。乔乔不准备去哪里？正是刚刚来了。表哥，西域啊，看见绝川还结巴了，快过来跟你表哥握个手。钟西域丢下收音机就跑过去，满眼都是好奇跟激动。叶乔乔在旁边看见这一幕，有种不真实但又觉得正常的感觉。刚刚正师来做什么的？邀请我去参加齐小姐的生日宴会。这不是巧了吗？绝川也休假有1周，他正好陪你一起去。西域要是愿意的话，给你们带路。表哥，我还说你跟我坐一起呢，结果你看见嫂子就走不动道了。抱歉。怎么样，绝川，我给你把乔乔照顾得不错吧？多谢小舅。小舅，感激的话不多说，以后需要帮助只管联系我。绝川啊，晚上你们去参加宴会，顺便享受一下游轮，有西域给你们带路，别怕被人欺负。钟西域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提到了正式之前挑衅叶乔乔的话。好，我会跟乔乔一起去。钟文陪着傅绝川聊天，等一起吃了午饭，两人才回到了房间。傅大哥，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只是擦伤。明明是木苍伤。乔乔，我没事，真的没有打中要害。乔乔，你是在关心我吗？当然。乔乔，你为什么关心我？原因有那么重要吗？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未来也是
是我的丈夫，你要是出事了，我就只能当寡妇了。还疼吗？有没有及时上药？昨天受伤的已经把钟海一行人抓捕引渡送往内地，钟海也伤了腿，进行了紧急处理。不过他虽然保住了命，回国内也不好过。我自己当时脱身后就去做了手术，唯一的意外就是小舅知道了我是来执行任务的事实，他懂规矩没有多问，但我们还是不能久待。那参加完今晚的宴会，我们就回去。这趟来都没时间好好逛逛港城，晚上你想做什么都行。钟海来港城背后的人是谁？抱歉，乔乔，这涉及到了我的任务。不过你放心，钟家这次肯定是会全家大部分被判刑，证据已经有战友送了回去，这次也追回了不少资金，任务大获成功。傅大哥，你真厉害，给我这么大个惊喜。今晚大家肯定会喝酒，我保护你。港城这时候的经济不愧追上了国际，很多内地难得一见之物，在这里四处都是。我想在内地开个奢侈品店铺。是钱不够花？不是，钱够花了。这次港城的货物都买够我们全家所有人的礼物了，我也给傅家买了，毕竟傅伯父给我了不少的聘礼，你说呢？可以，你做决定就好。叶乔乔正要说什么，迎面走过来了两个人，一个正师，一个是一个满脸堆笑的青年。绝川，真是你啊！我们多少年没见过了。黄启，乔乔，这位黄启黄少爷是舅母的侄儿，也是黄家的大少爷，他家在港城是做珠宝生意的，你喊他黄哥就行。黄大哥你好，我叫叶乔乔，是傅大哥的未婚妻，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哈哈，弟妹真是三生有幸，竟然能遇见绝川有未婚妻了，你好啊！乔乔妹妹，我跟黄启都很好奇你怎么跟绝川在一起的，不然你跟我们说说。郑小姐，你是要跟我取经学习追求对象吗？怎么会，我就是觉得好奇，明明在内地，听说乔乔妹妹你先看上了一个经商普通男人，怎么提亲当日就悔亲了？还没过多久就跟傅大哥定亲了？莫不是因为你爸爸是傅大哥的上司，你故意威胁的傅大哥吧？我还听说你跟傅大哥定亲后，还多次单独去见前任，这就罢了，还跟前任拉拉扯扯。你不会是要造谎谣吧？这都什么年代了，女子还要守节？还是说，郑小姐，你有什么心思才觉得别人也跟你一样呢？傅大哥，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之前说了，如果你找了对象，会让我帮你看的。我觉得乔乔妹妹怕是不太好。郑师，你若是不会说话，那就别说了。无论乔乔是什么样，我都喜欢。你如果想当寡妇去守节，我可以给你送一本女戒。哈哈哈，这位先生说的不错，郑师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郑小姐，你应该没心情参加宴会了，回去看女戒吧。以后可别出来丢人造谣了，毕竟现在人人平等，不管你造谣内容是什么，我都可以跟你打官司的。傅大哥，乔乔妹妹，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既然你们不乐意见我，那我走就是了。他一脸忧伤的离开，瞬间就被一群男女围住关心。他这一行为让船上大部分的男女都不跟叶乔乔来往。叶乔乔正好能闲着偷懒，还有些求之不得。黄启拉着傅绝川去旁边说话，叶乔乔主动跟着钟西玉离开，给两人说话的机会。绝川，你真喜欢他？你有事？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我看你们的关系似乎不够亲密啊。管你什么事？好好好，我不逗你了。这不是我作为港城的花花大少谈过的对象比你吃过的盐还多吗？作为好兄弟，我也想帮你啊。虽然你们不够亲密，但人家叶小姐也没排斥你。作为男性就要主动一些。你让我学习你不尊重女性的混乱私生活。嘿，绝川，你这么说就过分了。我们都是你情我愿。再说了，你不主动追求，等着人家叶小姐来追求你啊？你难不成还觉得女孩子主动追你才是正确的？主动也要有个度，怎么衡量这个度？绝川，你不会是担心叶小姐厌恶你吧？真没想到她在感情上这么胆怯的。开幕舱的时候可没看见有1秒的迟疑啊。嘿嘿，这两位婚夫妻的感情路线要怎么发展？我可等着看两人好戏。这个度啊，很好把握，我教你。这黄姐说的真的靠谱吗？多谢张先生的指导。抱歉，小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带你去客房换一身衣服。叶小姐，听说你家在内地，虽然有点权势，但肯定没那么多身家。就算有钱，恐怕也买不到港城这边的新鲜货。叶小姐，不如考虑一下我。考虑你？自然，我张顺在港城可是很有几分面子，何况我背后还有张家。我知道你现在是想扒住钟家。行啊，你跟我来。张顺瞬间露出得意的神情，对叶乔乔上下打量，尤其是注意到她姣好的身材跟容貌，眼神瞬间变得色眯眯的。叶乔乔还没走到门口，突然表情一变，她突然感受到浑身燥热。不好，刚刚那酒被人动了手脚，我为了安全，还特别仔细的鉴别了一下酒水的气味。按理说不会下药，但无色无味的也不是没有，很好，还是这些人玩的真花。叶乔乔先一步进了房间，侍者有些担忧的看了他一眼，张顺已经迫不及待的关门，把他推出去。叶乔乔浑身泛红，额头上已经冒出密密麻麻的汗水，同时抬脚就踢中男人的下三路。不等张顺叫出来，他一震，迷药扎到了张顺胳膊上，原本还气得青筋毕现，要爬起来，男人瞬间害怕的倒地。做完这些，整个人汗津津的坐在了屋子里的床上。经历过这么多次的算计，已经学会了很多防身手段。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我越强大，无论谁算计我，哪怕中招了都能翻身。想要让我退缩，绝不可能。乔乔，我被下药了，这人中了麻醉针，不确定是不是他下的药。傅大哥，别打了，别弄出人命了。乔乔，我带你去看医生。不用，太丢人了。是不是他下的药？傅大哥，别打了，别弄出人命了。乔乔，我带你去看医生。不用，太丢人了。
别怕，这里没人。叶乔乔人呢？阿诗，我可是亲眼看见他跟张顺过来的，哪里想到屋子里空无一人。本来我以为叶乔乔真的留恋港城，看上了张顺，我还想着以后给他送贺礼呢，没想到他是想搞点什么，却不准备让我们知道。这人心思深沉啊！阿诗，你干嘛在意他？一个内地土妞而已，难不成正月说的你喜欢那个叫傅觉川的男人是真的？你知道什么啊？你们还看不起傅觉川，在内地他相当于将军之子，要真比起来，地位可不比你们低。何况钟文还是他亲舅舅，你就知道人家的身家地位了。对我们来说，拉拢的好处大大的，以后想去内地赚钱，那不是轻而易举？内地赚钱那能赚到什么？别累死累活就赚个几百块上千块，还不如在港城捡垃圾。你看他们还看不起我们内地，真是眼光差。那郑师，你二叔还能收养她当女儿，真是眼瞎。你不会觉得郑师也不错吧？我跟他没什么交集。那他还说你找对象需要他帮忙把关，那是小时候家里人随口说的，没想到他听进去的。你不用在意他的话，毕竟你也知道他不太要脸。你懂什么？内地人工工钱低啊，在内地生产，售卖到港城甚至国外，成本低的可怕。港城光一块100平米的地皮就几十万，在内地你建厂上千平都只需要几千块，人工更是低廉的可怕。一个工人一个月不过60到90，在港城你想想，月工资最低都得5000港币，换算成内地币也就是1600。宋生，你不会换算不上这个差距吧？可是如今港城堪比外国，是国际大都市，去内地要吃苦的。你安排别人去就行了，投资一笔，每年拿分红。原来这就是你拉拢那个傅觉川的原因。好吧，阿诗，你这么说，我觉得有几分道理。只是我看对方似乎并不买账，对他未婚妻好像也是真心的。我很担心你在内地的生活。他们只是订婚了，又不是结婚。可惜这次张顺没能把叶乔乔追求到，不然我们拉拢起傅觉川也不费吹灰之力。何况我知道两人其实都是清白的，内地比较保守，不知道傅觉川知道叶乔乔跟别的男人谈话喝酒，还喝醉弄脏了衣服，会不会心里膈应？阿诗，难怪你没阻止张先生去搭讪叶乔乔。张先生是出了名的喜欢烈焰，你说若是叶乔乔真的在港城跟这些公子哥发生了关系，傅觉川还会要他吗？到时候我们面前可就没有什么阻挠了。我也很好奇。你听，正是为了拉拢你，对我都是坏心思。哼，一个个都想看我好戏，我偏不让他们看。傅大哥，你帮我。乔乔，你在说什么？我是你男人，也是你未婚夫。如果你引诱我，我不会控制自己，你别后悔。是吗？你不控制自己，弄伤我了怎么办？你会厌恶我碰你吗？怎么会厌恶呢？你是我未婚夫。傅大哥，你伤还没好，我去卫生间。我伺候你。叶乔乔愣了一下，接下来的1个小时，她好似过了一辈子那么长。原来没有强迫这种事也是美好的，所以事情本身没错，错的都是害人的坏人。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乔乔，我已经被你看完了，你要对我负责，我也会对你负责。以后这种事，你只能找我。傅大哥，我说了，我们以后会是夫妻，是一体的。至于你说的，只要我们是夫妻，我绝不会找其他人。我也是。里面有客人吗？觉川，这里没有人，再去其他房间找找。觉川，乔乔，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你找我什么事？是前厅齐小姐要吹蜡烛吃蛋糕，举行所谓的仪式了，这不是需要大家都在场帮忙祝贺一下吗？当然了，这也是很好的拉生意的平台，也就只有你们不在意。哦，那你能来，是不是说明这宴会对你来说不重要？帮我做个事。哦，什么事？他给乔乔下药，还准备实施强迫。你在港城更熟悉怎么收拾人，这人我就交给你了。我要他以后看见乔乔转身就走，但凡他还敢生出一点害人的心思，都是不成的。哟，你们终于有了想生崽的心思了，是不是生崽运动很舒服，也是一大美事呢？别胡说八道，这人我就交给你了。没问题。黄启还是想找两人打听私事，被叶乔乔跟傅觉川对了回去。没有。觉川，你废物啊！乔乔，你浪费啊！这么好的男色都不吃。黄启安排人把张顺带走，他自己还啧啧的自言自语：哎，两人咋这么磨蹭，这么纯爱？我不会孙子都出来了。觉川跟乔乔连孩子都没有吧？孩子？什么孩子？嫂子怀孕了？我可没说，你嫂子要是有了，肯定先告诉你。也是哈，要是嫂子真有了，我爸妈肯定会很高兴的。是吗？那你多催催。好啊。妈，黄表哥说嫂子估计很快会怀孕。表哥不是说他跟嫂子7月办婚礼吗？现在都快6月了，这也就只剩1个月了。我之前还担心两人感情不够好，因为嫂子都不吃醋，正式追求表哥。但是黄表哥一说，我就觉得我白担心了，两人感情好住呢。真的，他们有怀孩子的打算？应该吧。黄表哥在说，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得去把黄启找来问问。自己这侄儿虽然看似不靠谱，但对家人还是不错的。我得去把黄启找来问问。自己这侄儿虽然看似不靠谱，但对家人还是不错的。叶乔乔不知道钟家的反应，他昨晚休息的还不错，得知下药的确实是张顺，并不是郑师。不过张顺说是郑师暗示他来勾引叶乔乔的。傅觉川把张顺交给黄启后，带叶乔乔去逛港城。傅大哥，我看郑师对内地也没什么归属感，并且对你利用居多，你准备怎么对待他？我心里只有国家和你，何况他已经明摆着算计我和你，我们配合反击。这样看来，郑家在国外应该已经不算国人了。既然是外国人，那我们就按照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走吧，我们去投点资，再拉点港商，
去内地投资。黄如烟在给黄琦打了电话，试探到两人的感情进展后，等到中午钟文处理完公司的事，回家吃午饭，他立即拉着钟文去了书房。什么事这么着急？当然是着急的事了。你了解过绝川的想法了没？什么想法？继承他外公外婆留下的遗产啊。这也不是我能管的。绝川不愿意提到这件事，当初他母亲出事后，他也不提这笔遗产，甚至这些年对我们的态度恭敬有余，亲近不足。若非乔乔这丫头明事理，跟我们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只怕今日他根本不会来我们家。遗产的事你就别提了，大不了以后全部交信托公司，保护住绝川，哪怕在内地混不下去也能出国。如果绝川跟乔乔要小孩呢？真的，夫人，你快跟我说说，两人什么时候要孩子？是不是结婚后就要？这也就1个来月了，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准备新婚贺礼跟婴儿用品啊？我就是问问你的态度，两人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还骗人呢？这不是提前给你提个醒吗？做好财产分割，别到时候因为钱闹出些笑话来，那我可不会帮你。你说的有道理。当晚钟文带着一家子请两人吃了晚饭，双方的交流都很顺利和平，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钟文自己一个人喝了不少酒，他酒后拉着傅绝川说：“绝川啊，你跟乔乔结婚一定要喊我，如果你跟乔乔两人有了孩子，更要告诉我。我啊，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好好过日子，不必勉强，不要像你妈一样。”绝川，你小舅喝醉了，别理会他的胡言乱语。黄如烟在旁边听到这话，心里一个咯噔，见傅绝川没生气，连忙把钟文扶过去，喊了保镖把人送回去。傅绝川沉默不语，叶乔乔在旁边看得分明，知道他又是在内耗自己母亲的。傅大哥，我还没听过母亲的事呢，你能跟我说说吗？我母亲在生下我没多久就去世了，她嫁给我父亲是为了保住钟家的祖宅，两人没有多少感情。也就是说，那时候傅伯父是个粗鲁的冰蛋子，跟伯母一个娇小姐结婚，伯父不可能不喜欢，可惜求而不得。这么说来，伯母心里肯定是爱傅大哥的，但不爱傅伯父。这么一想，傅伯父不敢对傅大哥你用强，但又不想让你太痛快，是嫉妒了。等到了首都，我给你证。两人回到钟家，把这段时间买的所有行李都收拾好，足足装了10几个皮箱。这些皮箱也很时髦，拿回去可以直接送人。可是到了内地怎么运输呢？我们坐小舅的轮船到绅士，然后可以坐火车到怀城，不过需要转几趟。我们这么多行李，只能邮寄了，就是邮寄很慢，少说也要寄个半个月1个月的。我可以想办法直接搞一辆货车开回怀城，应该需要5、6日能到家。看你是要坐汽车还是火车，行李都可以直接联系人送回去。哎，我想起来了，我不是有员工在绅士吗？可以问问情况，也免得你欠别人人情。这年头人情债最难还。好，我多听你的。这张存折里每个月部队会把工资打在上面，乔乔你拿着。你把工资卡都给我了，身上没有其他余钱了，你自己不用。我用不着什么花费，平时在部队里都包吃包住，做任务也有任务资金，上面会安排，你拿着，无论是自己花还是投资都可以。你已经给的够多了，我这边投资成功也会给你分红。至于工资，你留着自己平时总有用处，就当是你的零花钱了，我就不单独给了。以后多联系。等郑师得知消息过来时，两人已经站在私人轮船上。郑师匆匆跟钟文等人打了招呼，就想跟上去。郑小姐，你不是每年都要在港城5、6个月吗？这次怎么刚来就要走了？别急，我让西域陪你逛逛。港城变化日新月异，你这么快离开，下次来就不懂港城了。钟伯父，你该知道我对傅大哥的想法。你真的赞同叶乔乔这个抛弃前未婚夫，转眼勾搭上傅大哥的人当你侄媳妇吗？我什么身份背景，什么性子，你应该更放心才是。就算你现在阻止我追上去，我一样可以回内地。哼，你既然自信，那你就追，但别想借用我的轮船，我还能阻止你追求真爱不成？钟伯父，你现在不支持我，等我成功了，你就明白我才是对的。只要你私下别搞什么幺蛾子，我自然不会出手做什么。如果你敢像张顺那样下药，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当然，我又不傻，可以让别人对付叶乔乔，我自己却不会亲自动手，不然损失可就大了。叶乔乔跟傅绝川只花了1个多小时就到了绅士的港口。叶老板，先把行李搬上车，你这一身西装不行啊，装不起样子。这个箱子里的服装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一会儿拿去公司分了。萧青一听，眼睛微亮，连忙带着吴海去搬行李箱。这是我未婚夫傅绝川，以后你们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傅同志好，傅领导好。傅绝川心里满意，叶乔乔把他介绍给自己人。叶乔乔跟着萧青一起视察了公司，没有什么问题，都踏上了正轨。最近还承包了2个工地的活，如今已经在开始修建了。对了，老板，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不少寻求合作的内地下海商人，这些人有钱，但不一定身份安全，我就一时没有答应。不过其他的建筑公司都找了人合作的，我想住也找1、2个合作，也免得被其他建筑公司孤立。他说着就给了叶乔乔一个名单，叶乔乔随意一看，目光突然一凝，在上面看见了周从2个字。他在哪里？周同志啊，他其实很多想法都很不错，是个经商的好苗子，我本来都想跟他合作的。跟他合作？他可是曾经背叛我的渣男。幸好我没答应，就觉得对方不是好人。以后公司里的要求就是周从是对手，能坑到对方我都给奖金。好的，老板，我会好好表现的。老板，现在他在哪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同志应该是在工地上。这年头比较混乱，他刚承包了一个小工地，里面钢筋水泥那些都比较值钱。
钱，老板不在里面守着，只怕一晚上就被偷光了。哦，我们去看看。看什么？去看周家的日子过得有多惨。我陪你一起。谢谢傅大哥。汽车停在了工地外面，萧青先下去沟通了一会儿，才过来告知叶乔乔和傅觉川可以过去了。有大老板来了，你们的周老板呢？周老板在那边铁皮房呢。你们谁啊？找周老板什么事？你是江向忠，江瑶的表哥吧？哎，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江家前世就跟着周从吃香喝辣，可谓风光无限。这辈子江瑶没死，周从自然也会拉拔江家。看来周从在身世的日子不算难过，幸好过来看了，那我就得想法子阻止。还没见到周从，叶乔乔就越过人群，看见一个拖着瘸腿离开的青年。那青年趁着其他工人都在看热闹，去了发吃食的锅河那边，却只能倒点商水喝。结果还没喝2口，就被发现的几个工人跑过去把他的碗打倒，几个人吵闹了起来，青年被强行拉走。叶乔乔转身看向吴海，朝他耳语吩咐2句，吴海就悄无声息的离开人群去办事了。傅觉川看在眼里，没有追问什么，反正一会儿他也能知道乔乔做了什么。他现在最开心的就是乔乔做什么事都不瞒着他。乔乔，你背就回来了，什么时候的事？我出事是钟家做的，你应该心里也有数吧？你在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出了多少力？不过无所谓，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也会把这件事算在你头上。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猜到钟家要对你动手，我没有提醒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算在你头上了。周从不着痕迹的松了一口气，可惜他这口气松早了，因为叶乔乔依旧会计较上辈子他做过的事，除非他嘎，否则不嘎不休。叶乔乔带着傅觉川在周从的工地上转了一圈后离开了。周从皱眉盯着他离开的背影，想了想，转身打了一通电话给怀城中民。你还敢打电话来？我弟弟都被抓走，说他拐卖叶乔乔，要不是因为你当初说叶家很好对付，我们家也不会选叶家当目标。钟二哥，你现在跟我计较推卸责任没有意义。钟海抓走叶乔乔，为什么把他放回来？那是你们的失误。你懂什么？阿海失败是因为叶乔乔一到港城就攀上了钟文，你可知道钟文是什么人？在港城只手遮天也不为过。阿海失败是因为没调查清楚，你特么的不是擅长挖人家底吗？怎么不知道叶乔乔竟然是钟文的侄媳妇儿？侄媳妇？叶乔乔的未婚夫那不就是傅觉川？不可能，傅觉川怎么可能有家世这么好的亲戚？等等，就算钟文是傅觉川的舅舅，可到底也只是亲戚而已。何况对方还在港城，双方恐怕早就进行了财产分割，没有什么来往。估计是叶乔乔遇见危险，钟文才帮了一下忙。钟文还算我钟家的远房亲戚，没见他来帮助阿海。要我说，阿海被抓住，指不定钟文也在里面出了力。你到现在都不懂，叶乔乔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捡了个家世不错的好男人。钟文虽然是港商，但跟内地的关系和睦，也就是说，傅觉川以后就算表现没那么好，也不会被人为难。